他是当朝宰相皇上身边的红人，人称活阎王。阎王赏你消消乐，又怎会留你到五更？主子已查明，此人却是齐王安插在咱们相府的眼线。跪过来些。小厮不敢有违，毕竟在府里当差这么。苏桓是什么样的人，他多少。相爷明察，小的绝没做过任何有损相爷的事。齐王让你到我这来干什么？小厮不说话，一个说吧，说了我就不杀你。齐王一直想与相爷交好，他并无恶意，只是让小的注意相爷的日常行程，以便与相爷结交。只是这样。千真万。最后一个字还没出口，小厮就从腿靴中抽出一把匕首，猛地朝苏怀胸膛捅去。就在这千钧一发，苏怀抢过匕首，直接送小厮归西了。随从上前检查，发现匕首是藏在腿靴夹层中的。是属下不查，让他钻了空子。待会自行去领罚吧。那齐王那边该如何处理？就遂齐王的心愿，与他好好结交。这时，府里的管家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禀道：相爷，府门外来了一位姑娘，自称是相爷的未婚妻。未婚妻？他说是，你就信了？本也不信，只是那姑娘写有信物，老奴一看，竟是与相爷随身佩戴的，正好配对的鸾凤佩。玉佩呢？他说要等见到相爷以后再给相爷亲自过目。不难想，那姑娘是怕轻易交出玉佩以后，相府反悔不认怎么办？她还是太天真了。相爷真要是不想认，法子多的是。处理一下，带他进来。此时陆遥正站在相府门前，看着眼前的高门阔府。府邸的主人叫苏怀，是当今宰相，也的确是自己从小定下的未婚夫。原本自己是不把这婚事当回事的，只是如今有些事必须靠这个地方来完成，所以这个未婚夫捡起来拍拍还能要。姑娘，请随我来。陆遥一路来到花厅，刚到门口便见一抹身影背对着他。在来的路上听了很多关于他的传闻，据说他是个佞臣奸相，皇帝格外倚重他，由他揽政批红，改了不少忠臣良将，还结党营私，把朝廷敌党干得七零八落。在朝为官的哪个看到他都胆战心惊，咬牙切齿，却也敢怒不敢言。而百姓们称之为活阎王，还传言长得极丑，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不长得蛮帅的，特别是那双眼睛，仿佛天生含情一般。陆遥一踏进厅门，便闻到了他身上的气息，不由脚步滞了滞。他身上怎么有股子悠悠的芳烈香气，还混杂着丝丝血的味道。陆遥闻到这股气息后，便站在门边，没再往前挪一步。而苏怀将他若有若无一皱眉的动作看在眼里。不是来找未婚夫的吗？怎么，你怕我？要不这未婚夫还是别捡了，谁想要谁拿去吧。好看的男人通常都不是善茬。你带来的信物呢？给我看看。见苏怀开口了，陆遥只好取出那枚鸾凤佩放在手里，玲珑剔透而又温润至极。苏怀腰间也配有一块玉佩，正好与这是一对。取过来。自己一个乡下女，而他贵为一朝宰相，若是他不认这婚事，自己也没法强求，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然苏怀看过以后，又看了看陆遥，说道：的确是我从前定下的未婚妻。这就承认了？会不会顺利过头了？带他下去，安排个院子住下。你不怕这玉佩是我捡来的吗？我不怕，你怕吗？我还好。希望我这个未婚夫能让你满意。不出半日，整个相府都在传，府里来了一位相爷的未婚妻。而陆遥被带到一个普普通通的院子暂行住下。很快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借着各种名目来看一看这位未婚妻，结果大失所望。还以为是什么落难小姐，名门望族，结果竟是个乡下女，也忒寒碜了些。等着看吧，相爷若是对她不闻不问，就晓得她几斤几两了。经理爱慕相爷的郡主、公主比比皆是，什么时候轮得到他？他们的谈话像是背着陆遥说的，但又能恰到好处地传进他耳朵里。看来这相府里的人都等着看苏怀对自己的态度如何。如果苏怀对自己不闻不问，那在这里人人都能踩上一脚。后来苏怀果真没有再问他半句，更别说主动出现在他面前。他好像根本就忘了后院里还有他这个人似的。原本自己是在后厨做活的，平时有得吃还能捞着点油水，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可自从被管家打发来照顾相爷的未婚妻，原以为是份好差事，伺候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山鸡变凤凰。可哪晓得这什么未婚妻，呸，根本就是闷屁一个。相爷都想不起他来，只不过是随便安排他一下罢了，又怎会安心娶她？一点好处捞不着不说，还白白浪费时间，一想到这就来气。吃吧。陆遥还没动筷，就先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冷馊腥臭。怎么的，还要我喂你不成？就不能有正常点的饭菜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不吃是吧？不吃拉倒，我看你能饿到几时？一个低贱乡下女，还指望飞上枝头变凤凰？做梦去吧！许嬷嬷，这是跟谁发这么大火呢？郡主怎地到这里来了？今日过府是来找相爷的吗？快去前厅上坐吧，可别在这儿脏了您的脚。我可不是来找义兄的，听说义兄家里来了一位未婚妻，我是来瞧瞧他未婚妻长什么模样的。还能长什么模样？乡下来的，一身穷酸气，与郡主可没法比。正说这话时，陆遥不紧不慢走出来，站在门口，与许嬷嬷口中的这位郡主打了个照面。陆遥身上穿着寻常的布衣，确实与这郡主满身华服钗环有着云泥之别。可他虽衣着简单，
却没那股子乡下人特有的肮脏邋遢感觉，反而很干净，干净到见了郡主也丝毫不显低下卑微。这位是广宁侯的亲妹清乐郡主，也是咱们相爷的义妹，你不可目无尊卑直视郡主，理应下跪行礼。陆瑶虽没跪下，但还是向他行了一礼，入乡随俗的道理他懂。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郡主还请见谅。没关系，你就是义兄的未婚妻。正是，可真是稀奇，以前可从来没听义兄说起过。相爷虽然准他暂住在这里，可后来也半句没提起过他嘛，相爷又怎会把他放在心上？想必义兄是心血来潮吧，从来没有哪个女子能入得了义兄的眼，更别说近他的身。他是宰相，善玩弄权势，但他偏偏不好女色，所以府宅里连一个侍妾都未曾有过。以前那些别的大臣送到他府上来的，以及想擅自爬上他床的女人，最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所以自己才来看看，能得义兄亲口承认的这个乡下女究竟是何方神圣。毕竟他从来没承认过谁，现在看来不过尔尔。许嬷嬷一直送他走出院子，把这个替我给他，就当是我赠给他的见面礼吧。这是我的随身玉佩，你知道该怎么给他吗？许嬷嬷心里一顿，立马明了。下午陆瑶回到房里，一眼就发现他的床铺枕头被人动过，拎开枕头一看，果真有东西，还是只白玉佩。他拿上手，质地还算好，雕刻着瑞鸟祥云纹。再翻过来一看，背面刻有清乐字样。难道是清乐郡主的玉佩？而且还在自己的枕头底下？陆瑶皱了皱眉，手一松，玉佩就掉落在地上。他若无其事的抬脚踩上去，便听见清脆的玉碎声。没多久，外头就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紧接着，许嬷嬷带着另外2个面生的嬷嬷气势汹汹。谁能想到刚认的准媳妇竟是小偷，偷的还是随身之物？那可是宫里御赐给每位郡主以正身份的东西，你偷什么不好，竟敢偷宫中御赐之物？今日郡主是来过这里，但我未曾近过她的身，何来偷窃一说？你还敢狡辩？到底有没有一搜就知道了。说完就带着另2位嬷嬷一边佯装到处翻搜，一边骂道：乡下来的乡巴佬能登什么台面？不干不净还丢人现眼，还说你没偷，那这是什么？现在被抓到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说的？他们不给陆瑶任何辩解的机会，当即压着他就往外走。眼下郡主和相爷正在前厅等个交代，你有什么话就到他们面前去说吧。府门后宅果然是非多，既然如此，我跟你们走就是了。陆瑶被嬷嬷压着进厅，离苏怀还有几丈远时，就嗅到了他身上若有若无的气息，便不再往前走了。自从进了这扇门以后，才知道这家伙可能跟自己八字不合，起码光是这气味上就不相投。义兄，那玉佩也不一定是准一嫂给拿去了，只是那是御赐的东西，丢了我也不敢不找。不着急，既是在我府上丢的，仔细找找便是。回相爷郡主的话，奴婢在这陆姑娘的枕头下果真找到了郡主的玉佩。苏怀抬眼看了陆瑶一眼，对许嬷嬷伸手，许嬷嬷连忙恭敬地将玉佩交到苏怀手上。这一回2回见面，可都是因为一块玉佩。这是清乐的玉佩。许嬷嬷看都没看玉佩一眼，便回道：正是，既然找到了，义兄就不要怪准一嫂了吧，想来他也是一时糊涂。陆瑶没替自己辩解什么，苏怀一时也不知可否。随之苏怀把玉佩递给清乐，仔细看看，这是你的吗？清乐伸手来接，同样是白玉佩，可一上手时他动作不由微微一顿，近看这枚玉佩的挂绳颜色要浅一些，并且上面的雕纹也不尽相同，最主要的是背面没有他的名号。这不是自己交给许嬷嬷的那一块，不过这般贵重的东西，一个乡下女怎么会有？定也是来路不正的，应该是吧？想来是我搞混了，我今日带的不是御赐的那块，而是这块。我记得与我定下婚事的信物也是这块鸾凤佩，是你记错了，还是我记错了？义兄瞧着自己的眼神依然温和，却像刀子一样刮在自己的脸上。是你记错了，还是我记错了？是我记错了。看来这块不是你要找的玉佩，那就再找找。清乐郡主再待不下去，胡乱找了个借口，便起身羞愤离去。厅上几个嬷嬷也连忙跟着退下，原本热闹的厅上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只剩下站在一旁的陆瑶和坐着的苏怀。就当陆瑶转身要离开时，身后的苏怀声音不温不火传来：定亲信物不要了？要不你扔过来。你我未婚夫妻一场，非要这么生疏吗？但始终还没做夫妻，男女授受不亲。等做了夫妻以后，还得同房就寝，同床共枕，你有必要先熟悉一下我。他说的异常顺口，就好像他俩已经情投意合好了很久似的。陆瑶沉默了一会儿，还没找到更好的说辞，他又道：过来拿。僵持片刻，陆瑶还是举步朝他走去，他就坐在椅上看着他走近，那双眼睛实在是太有穿透力，审视着他，试图看穿他的内心。而陆瑶在他2步开外停下，正伸手往他手上拿回自己的玉佩时，不想他呼道：你屏着呼吸。听着苏怀的话，陆瑶的手微微一顿，不慎碰到了他的手指，他指端温润，可陆瑶无暇细品，想快些拿了东西就撤。然他将那玉佩连带着他的手一并握在掌心里，他收臂往前一带，紧接着陆瑶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往前一栽，直直朝他跌去。幸亏他反应快，及时一手扶住他的尾巴，才没有倒在他怀里。苏怀的脸近在咫尺，他方才还是不慎换了口气。
他身上那股子方烈的气息靠近以后愈加浓郁，他暗觉不妙，立刻又收敛了呼吸。要是早知道自己跟他身上的气息不对付，打自己也不会贸然上门来认领这未婚夫。我不好闻吗？传言果然不假，奸佞就是奸佞，心胸够狭隘。没有，你很好闻。闻一个我看看。我怕上头。那就继续凭着。陆瑶正了正手腕，奈何他看似云淡风轻，可手上的力道却不容他挣脱。今个自己要是不肯吸气，他能抱着欣赏的心态看自己当场憋嘎。欲擒故纵的把戏我见得多，你竟觉得我是在舍命陪你欲擒故纵？但也不妨碍我依然喜欢被欲擒故纵。这人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一刻钟后，陆瑶脑子有点透不过气了，实在气不过他这副欣赏着他怎么憋嘎的态度。既然是你自找的，那就怪不得我了。没料到他竟如此大胆，还从来没有哪个女子敢这样碰自己。我已经吻一个你看看了，你看还满意吗？喜欢欲擒故纵是吧？怎么不纵嘎你？我不满意，进来。天杀的，这一幕为什么被我撞见了？随从见征，雷厉风行的冲进来，结果就看见自家主子被这女人给轻薄的一幕，顿时脑子都木了一瞬。不过好在他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人当即就飞快的闪出了厅外，当没看见。而苏怀那声进来就是对他说的，见征这才又硬着头皮走了进去。陆咬快憋不住了，趁苏怀分神之际，挣脱了他的掌心，他立刻后退几步，拉开与他的距离。你们有事你们聊，我先回避。说罢就赶紧离开这里。真是谢谢这坚硬的狗腿子了，来的真是时候。陆瑶走后，苏怀坐在椅上，不喜不怒，只抬手徐徐试了试自己的嘴唇。见征垂头站着，却感觉到厅上的气氛冷飕飕的，十分压抑。主子这是不爽了，但不确定主子是因为自己突然闯来坏了好事不爽，还是因为被亲了不爽。那陆姑娘走的倒是干脆，矛头都对准了自己。哑了吗？是不是要我求你开口？主子一直在寻找的隐士的医生有了些眉目。苏怀掀了掀眼帘看着他，自己跟在主子身边多年，怎会不知？主子心情越糟糕的时候，眼神就越温和，眼下看自己的眼神，就仿佛在说：你一口气说不完是吗？那你要不要当场断个气试试？虽还是没能探到其踪迹，但据说他的嫡传弟子入世了。入世了，人呢？主子恕罪，暂时还没能查到。没查到，你在逗我玩？属下不敢。老规矩。是，看吧，我就知道得替那个姓陆的背锅。陆瑶从苏怀那里脱身以后，生怕被他找到，跑到襄府花园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着缓缓。他额头并肩蒙着一层细密的汗意，他都坐了好一会儿了，手脚还有些乏力。方才在厅上离苏怀太近，自己还是不可避免地吸到了他身上的气息。他那股子芬芳辛冽的味道是独活的香气，以真兽血为引，可以使药效大增。虽然不清楚他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需得用那药，但就气味上偏偏与他相克。他这种人就适合独活，只是自己现在的体质特殊，闻不了那种气味。郡主，奴婢看你干的好事，害得本郡主在义兄面前丢这么大的脸。郡主息怒，奴婢真的将玉佩放到枕头底下了呀。奴婢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是本郡主的东西你就敢往上递，你瞎吗？许嬷嬷确实没怎么注意，只知道是块白玉佩，又是在她藏的地方找到的，哪里晓得那是劳什子定亲信物。一定是那个死丫头，一定是她捣的鬼，把玉佩掉了包，故意让郡主难堪。对，一定是她。你最好先把本郡主的玉佩找到，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是，奴婢这就回去找。陆咬歇了一阵后，准备回后院，不想路过中庭的时候，好家伙，好家伙！他只是撞破了自家主子的好处，就享受了一套龙的福。这顿棍子可真是无妄之灾，要不是这女人自己也不会挨罚，她居然还好意思瞎看。你看够了吗？自己人不用打这么狠吧？没什么事就赶紧走。我没什么事，走那么快作甚？算了，看你看着我这么别扭，我走了。等陆咬看完热闹回房时，发现门口围了一群下人在看热闹，见陆咬回来都安静的看着他。准姨嫂总算回来了。郡主的玉佩究竟被你藏哪儿去了？若是我藏了，翻成这么个样子，就算是只老鼠也该找到了。或许是你藏了也说不定，毕竟这院子里就你和我，清乐郡主的玉佩又是在这里不见的。你少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私藏郡主的东西？横说我的房间已经搜完了没有？玉佩是谁私藏的也与我无关。清乐郡主请自便，这院里还有一间房没搜，那就是许嬷嬷的房间，往隔壁搜。1分钟后，嬷嬷拿着破碎的玉佩交到郡主手里，正是清乐的那块玉佩。清乐看完顿时火冒三丈。郡主，不是我，不是奴婢弄的。郡主就不要怪许嬷嬷了吧，想来她也是一时糊涂。她那语气分明与方才在厅上自己跟义兄说的语气一模一样。只是可惜了，这宫中御赐之物，许嬷嬷不识货，用来垫桌脚，不慎给碾碎成了几块，这下拼都拼不回去了。可不是，那块玉佩都碎成了4、5块。你这个哒，敢栽赃陷害我呀！先前是哪位好心人将屎盘子扣我身上的？现在有板有眼的，到底是谁栽赃陷害谁呢？围观的下人虽然不太看好陆咬，可这事儿也是人赃并获，许嬷嬷没法洗脱。老许，赶紧认错吧！
就是郡主肯原谅你，相爷才有可能饶了你。知错就改，郡主多好的人啊！你这会儿不认错，难不成还想到相爷那横着出来呀？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惹出一身骚。作者呀，真的不是我干的呀！不听王八念经，就算是哒哒也得给姐吃下去。不要啊！随后许嬷嬷享受着爱的问候，不管是不是他干的，都得先出了这口恶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哒哒哒。这枚玉佩是御赐的，坏在你手，便是你拿命赔都不为过。只是念你到底是义兄府里的嬷嬷，便饶你一命。真是不做嘎不会嘎。最后许嬷嬷还得感恩戴德的谢他，下人们都一致称赞他善良大度。今天这事错怪准姨嫂，这厢给准姨嫂赔罪了。哪里，郡主的玉佩找到了就好。清乐郡主来到了一处凉亭后，眼底里污秽一片，全是阴沉之色。许嬷嬷见状急忙跪下，只见清乐郡主看着自己破碎的玉佩，看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可许嬷嬷却越加的胆战心惊。忽然清乐郡主眼神凶狠地盯着许嬷嬷，疯了一样将手里玉佩碎片狠狠砸在了许嬷嬷的脑门上。郡主，真的不是奴婢干的，奴婢对天发誓，当时真的将郡主的玉佩放在了他枕下的，定是他毁坏了玉佩，藏回奴婢房里陷害奴婢。郡主就是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那么干了。听罢，清乐郡主深吸口气，冷静下来，眼里满是怨毒之色。本以为那只是个不值一提的乡下女，要财无财，要貌无貌，还出身低贱卑微，竟痴心妄想嫁给义兄做妻子，自己随随便便就能将她赶走。可没想到，却反遭了那哒哒的当。我又岂能咽下这口气？本郡主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办好了这次既往不咎，办不好，本郡主送你地府终身游。郡主吩咐，奴婢一定肝脑涂地。给我划烂他的脸，看他还能不能在自己面前那么洋洋得意。路遥甚少出这临时居住的后院，在偌大的乡府里走走逛逛。不过他真要走走逛逛时，乡府里也没人拦他，因为相爷好像没说不准他在府里活动。他要是去找相爷倒也罢了，毕竟是相爷的未婚妻。可没想到他一路上问的竟然是鉴征的住处。鉴征领完罚回来收拾了一下，准备出门办事，怎料院里的树荫下突然传来一声婉转悠扬的口哨。鉴征一震，转头就看见路遥正倚在树下。他什么时候进来的？我竟然没能察觉。没听错的话，他是对自己吹口哨了吧？这是在逗阿猫阿狗吗？这里不是陆姑娘该来的地方。有一说一，和你主子比起来，你就显得正常的多了。这话最好不要让主子听到。你怕让他知道我们在这说他坏话吗？谁跟你我们？你说的任何坏话都与我无关。路遥舒尔笑了一声，似被他的反应逗乐了。然他这一笑，一双桃花眼微弯，盛满芳华。鉴征不由得微微一愣，他随之扬手就抛给他一个东西。他下意识的伸手一接，见是个凉润的净白瓷瓶。他再抬头一看，路遥已转身走去。不用谢，就当是回馈你今日助我脱身。什么叫助他？搞得我们好像是一伙似的。我只是运气不好才撞见的好吗？要是早知道这女人在厅上轻薄主子，我一定有多远滚多远，或者第一时间拔剑削她，也总比自己挨顿棍子的好。鉴征打开瓷瓶，放到鼻前闻了闻，只觉一股淡药香闻之沁人心脾，应该是疗伤的药。只是她一个乡下女，怎会有这种药？正这样一想，路遥的声音在院外悠悠传来。可别告诉你主子，不然我就说你说他坏话，回头你还得挨顿棍子。虽说路遥有回馈鉴征的意思在，可他也不是老好人。这未婚夫有毛病不好弄，那就先跟他的狗腿子打打交道，将来说不定还能行个方便什么的，倒也不亏。入夜时分，许嬷嬷来到路遥面前，恶狠狠道：“今日你栽赃陷害老娘的账，还没跟你这哒哒算。这样吧，你让我甩一巴掌，我姑且就饶了你。是你脑子进水了，还是你脑子进水了？”许嬷嬷也不管373。当即一巴掌朝路遥甩，那气势犹如泰山压顶。今晚要是不把在郡主面前受的冤屈和怨气讨回来，我就从这里横着出去。想得很好，下次不要想了。于是许嬷嬷连路遥丝都没看到，直接被路遥踹倒在地。乌龟摇，许嬷嬷脑中烧。只见路遥气定神闲地坐在凳子上，他立马就从地上囫囵爬起来，恨不得立刻就撕了这人。许嬷嬷手里藏着一块碎瓷片，哪管373，抓着瓷片就走过去，想摁住他的头。就算郡主不吩咐，今天我也必须要撕烂他的脸。路遥就坐在凳上，神色云淡风轻，手里拿了一根不怎么起眼的黑色簪子。面对许嬷嬷像头熊一样扑来，他随手以簪往杯子上敲击一下，那声音端得清脆，那尾音听似绵软，却像能钻入人脑一般，在许嬷嬷脑中轰然一现。许嬷嬷被那声音钻的脑子都空白了一瞬，紧接着便恼人发紧，他恶狠狠瞪着路遥，扬起手里的瓷片就朝他脸划下去。路遥又是敲击2-3声，音调各不同，却自成旋律，全往许嬷嬷耳朵里钻，霎时撑得他脑仁快要炸开。那种被刺激过后的晕眩疼痛感袭来，许嬷嬷当即倒在地上，双手抱头，难受恶心的差点吐出来，喘着粗气，又惊又怕，更多的是怨恨。抬眼看路遥，他还是端坐在凳子上，坐姿纤直，那双眼睛平静地看着他，却莫名给许嬷嬷一种胆战心惊之感。你究竟给我使了什么妖法？俗话说得好，不做嘎心痒痒，一做嘎必出事。你究竟给我使了什么妖法？你管这叫妖法吗？说罢，
他再次拈着发簪在音调前后不同的敲2下。许嬷嬷感觉他直敲到了自己脑仁上，让他一紧一抽，露出煎熬的神色。别敲了，你别敲了。陆瑶像是没听见似的，又拿了个杯子，直接倒扣在面前，2个寻常瓷杯，手里发簪慵懒的敲击，声音有轻有重，有高有低，听得许嬷嬷痛苦地抽一口。这样吧，我也不是什么大恶人，只要你给自己再整容，我姑且就饶了你。许嬷嬷起初打嘎都不愿意，奈何那音调深入人心。1刻钟后，许嬷嬷狼狈地逃出房间，大喊大叫：“救命啊！救命！那个人要嘎我！”陆瑶收了簪子后，他刚转过身，桌上就传来撕裂的声音，他刚用的杯子全都应声而裂。啧啧，这相府的瓷器也太脆了。许嬷嬷跑出去以后，许是怕了，当晚1晚都没敢再回来。第2天一早，有人阉嘎了。只见后院的池塘内飘着一具尸体，下人们手忙脚乱地把尸体打捞起来，一看，不由震惊道：“是许嬷嬷！”相府里闹出了人命。很快，陆瑶就又和苏怀见面了，难得他抽空出来听一听世间的始末。我怎么感觉只有情况对我不利时，他才这么有空？相爷，许嬷嬷平时也没与谁结仇，唯有昨天陆姑娘与许嬷嬷闹得很不愉快。许嬷嬷说陆姑娘偷了郡主玉佩，可事实上玉佩是从许嬷嬷房里搜出来的。玉佩碎了，许嬷嬷说不是她弄碎的，她说是陆姑娘弄碎的。这些下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全盘托出。苏怀坐在椅上，他一边品茶一边听，像听戏似的，手里拨着杯枕，那手指过分修长分明，有文人的风骨，但又没文人的文弱气。昨晚许嬷嬷从院里跑出来的时候，就大喊着。苏怀等了等没下文，不由掀起眼帘，不温不火地看了一眼那下人，下人立马一个机灵，连忙继续道来。许嬷嬷大喊着陆姑娘要嘎她，我们好些人都听见了。随后又有好几个下人出来作证，陆瑶一下子就成了最佳嫌疑人。你有什么说的？昨天岂只是和许嬷嬷闹得不愉快，我跟在座的各位同样也闹得不愉快。许嬷嬷阉嘎与我没有关系。你的意思是他们都在撒谎吗？他们说的是真的，那也不能证明我就是凶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还真没有，昨晚我除了许嬷嬷就没再见过任何人，所以没人能给自己做不在场证明。不等他再说什么，苏怀起身往外走，随后说道：“先把他关进柴房里，等有定论了再处置。”相爷，疑罪从无吧？苏怀顿了顿脚，打量他时，眼尾若有若无的上挑着。陆瑶莫名觉得他此刻心情不错。在我这里是疑罪从有，希望你懂。说着就对厅外招招手指，立刻进来2名随从。他又慢条斯理的吩咐：“把他带下去。”于是没再给陆瑶辩解的余地。2名随从架着他就要走出厅门。这家伙心里应该爽翻了吧？昨天我给的药都喂狗了吗？剑征顿了顿，昨天那药自己试了一下，没想到药效非凡，仅1个晚上，今早起来背上就已经没有任何痛觉了，就连淤痕都消失不见了。药是好药，不过一码归一码，主子吩咐不能不从。陆姑娘得罪了。说他是狗腿子，还真非浪得虚名。最后他被推进了柴房里，门外面落了锁，脚步声渐远，才算清静了。管家等苏怀离开厅上后，当即就叫人去处理许嬷嬷的尸体了。不多时，苏怀坐在马车里闭目养神，剑征一边驾车缓缓前行，一边请示道：“主子是要去公署，还是去齐王府？就不能去公署的路上顺便去齐王府吗？”属下明白了。但愿齐王看见我会感到安慰。什么感到安慰？齐王这时候见到主子，怕是得疯吧？昨个齐王府可是烧了大半个晚上，王府上下一团乱，主子还拨了一支禁卫队伍赶去救火，禁卫军去得非常及时，王府里没什么人员伤亡，但就是救火之际又翻出了一些对齐王来说不能被公之于众的旧账，而那些东西自然是被送宫里。皇帝看后不由龙颜大怒。眼下苏怀的马车停靠在齐王府门前时，还能看见大批的禁卫军正将王府掀个底朝天呢。齐王看见苏怀来，是恨得咬牙切齿，这奸人就是挟私报复，害得自己文府被付之一炬不说，还得遭大理寺彻查。齐王衣着散乱，还有被烧灼的痕迹，要不是禁军拦着，他早冲上来了。奸臣宁香，祸国殃民，你迟早要完。彼时苏怀坐在马车里，随意牵了牵衣角，对禁卫军道：“不要拦他。”结果禁卫军一让开，齐王一时没反应过来，也没冲上前。你可以上前线吗？奸臣贼子，别以为本王叛逆，待百官上奏清君侧，第一个开涮的就是你。把马车往前些，我听不清。剑征听后真就驾车往齐王那边靠近，这下齐王非但不前进了，反而还往后退了几步。你迟早没有好下场。说罢，齐王就骂骂咧咧往门后躲了。真是晦气，惹上这么个瘟神，倒了8辈子血霉了。他都顾不上为家底儿，被烧个七七八八，痛心疾首，因为即将等着他的有可能是大理寺的牢饭。呸！齐王这算是送到家了，不过面对苏宰相，举朝上下能不送的还真找不出来几个。不去，走吧。与此同时，陷入此案的朝中同党也是焦头烂额，想方设法撇清关系。那些官员们暗地里把苏怀祖宗18代都骂遍了。翠，个大大养的奸人。什么？
你说许嬷嬷嘎了？是呢，听说是烟嘎的，今早才发现她的尸体泡在池塘里。这事完全是在清乐的意料之外，他神情莫变，道：现在相府是个什么情况？我义兄怎么处置此事的？苏相的未婚妻好像是第一嫌疑人，人已经被苏香给关进柴房了，等候发落。就算我收拾不了那个陆咬，也有的是人不会让他好过的。以为这宰相夫人是那么好当的吗？也得看看别人答应不答应。陆咬被关在柴房1天，而相府里也最不缺拿人下菜的。见他被相爷亲口下令关柴房，就晓相爷是彻底没把他当回。于是乎，今天1日3餐送来的格外简陋。陆咬看了一眼那冷饭冷菜的，感觉还好，起码没馊。但他也没动，他靠坐在墙边闭目养神。饭点的时候，从怀里取出一枚药丸子，含进了嘴里。他算是想明白了，难怪那坚定未婚夫轻轻松松就认了他这未婚妻，感情是牛鬼蛇神都在这后宅等着他了。他就是想看看他怎么嘎，顺便再送他一程。待到傍晚将近，入夜时分时，台门被打开，一个稚嫩的小男孩走了进来。一块玉佩让2个毫无相干的人绑在了一起，又因这块玉佩让女方遭受了陷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究竟是要忍气吞声，还是要逆风翻盘？咦，怎么柴房里还关着个人？那你要不要放我出去？你肯定是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的，我才不会放走坏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是来抱柴火的。等他走到陆咬旁边时，陆咬动了动鼻子，不由微微皱了下眉头。麝香吗？看这小孩的穿着，也不像是主子，身上怎么会带有麝香？他为了避免再跟陆咬聊天，直接走到角落里抱木柴。可刚走到角落，突然柴房门被人从外面扣上了，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就眨眼的功夫，陆咬跟小男孩都没来得及阻止，小孩连忙跑到门口拉拽，只是他使出浑身力气都拉拽不开，急得一边拍门一边可外面就是没人。这下好了，你和我一起被关在这里了。小孩回头看他，急得脑门上都是汗，他似乎很害怕继续使力拉门，他气息急促越来越急，后来有些提不上气，大口大口的喘息起来，随之整个人倒在地上。陆咬见状不太对劲，起身来到小孩旁，只见小孩异常艰难的喘着，发出小兽般绝望的气喘声。这小孩竟然有哮喘吗？那他怎么还随身带有麝香？这玩意儿本就会刺激到他，再加上他一着急，这发病的概率是10之8九。陆咬立马解开他的上衣，手里有条不紊地解开他的上衣，把衣裳稍稍一敞，让他感到顺畅一些。可他衣裳松敞后，立马就有一样小东西掉落了出来。陆咬一看，竟是麝香香囊。陆咬从自己的荷包里取出一枚药丸来给他喂下，心里不由思量，这小孩怕是来得蹊跷，他有哮喘病，还带着随时有可能会激发他哮喘的香囊，碰巧到了这里来，还被人和自己关在了一起，然后急得哮喘发作，种种巧合都充斥着阴谋的味道。他在这里发病，如若不能及时救治，恐怕只有嘎路一条。况且许嬷嬷的事还没个定论呢，就又来一条小命，是想直接把我送到阎王殿吗？这后宅果然牛鬼蛇神多得很啊！只不过下这套的人可能打嘎都不知道，他专跟阎王殿抢人的。随后陆咬区只以指节按压他胸膛上的相应穴位，又把他翻了个面儿，扣他后背上的穴位，他疼得扭来扭去，冷汗都下来了。可同时那股喘不过来气的劲头也慢慢的过去了，由急剧喘息到大口呼吸，最终平息成正常的呼吸。很快，外头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一个妇人的呼喊声：“家眷，家眷，你在这里吗？”他不是来帮忙捡柴了吗？快去柴房看看，他在不在？结果一群人打开柴房门走进来，就见小孩赤着上半身，他那后背上都是掐拧出来的淤痕，而一旁的陆瑶显然是第一嫌疑人。第一个进来的妇人看见小孩这么一副惨状，躺在地上还无声无息，他当场就要疯了。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下得去手？我要嘎了你，你这个诚心心肠的搭搭！陆瑶见状避开了他大多数的追求，但还是不慎被这疯妇给挠了一记，只觉脖子火辣辣的。一旁的人赶紧探了探小孩的呼吸，道：“还有气，赶紧送去请大夫吧。”于是，一些人就匆匆忙忙带小孩离开了柴房，留下来的几个嬷嬷就劝：“马氏，赶紧的，快看看孩子去，该算的等稍后再慢慢算。”那妇人听后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恶狠狠地剜了陆瑶一眼，咬牙切齿道：“要是我儿有个3长2短，我定要你偿命！”说罢就急忙追上去了。而边上第几个嬷嬷看陆瑶的眼神都十分冰冷且厌恶。你害嘎一个许妈妈还不够，竟然还把魔爪伸向了孩子。相爷怎么会有你这般恶毒的未婚妻？相爷对家眷一直很好，这下证据确凿，看你还怎么狡辩。陆瑶当没听见，伸手摸了摸被挠到的脖子，虽没破皮，但有些肿起来，肯定也沁血了。苏怀入夜后刚回到厅上，就遇到下人领着大夫进门。谁请的大夫？家俊在柴房处了事，马氏找到他时听说陆姑娘已经将他掐得满身青紫晕血了过去，要是再晚些时候，怕是没救了。苏怀听后漫不经心地道：“让大夫先尽全力就请家俊。”下人就带着大夫赶紧去了。厅上沉默片刻后，见真开口道：“陆姑娘初来乍到，与家俊无冤无仇，理应。”话没说完，苏怀侧目看他，
不喜不怒，却让建征心底一寒。你在帮他说话吗？属下不敢。与此同时，大夫诊断后开口道，并无性命大碍，只是暂时晕过去了。可马氏还来不及松口气，家俊又发起了高烧。第二天一早，家俊一醒来，马氏当即带着他去前厅苏怀那里，跪下便哭诉道：相爷，家俊是老张家唯一的独苗了，可昨夜却险些被害嘎，还请相爷替我做主。去把他带过来。主子要见你，这是要跟我秋后算账了。你既知道，还敢那么做？陆瑶没说话，只跟他一起出柴房往前厅去。建征看了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由又道：家俊的父亲是相府里的人，当初为救相爷而嘎，相爷对家俊母子便格外厚待。你真伤了家俊，相爷可饶不了你。陆瑶还是不辩驳什么。两人来到前厅，陆瑶抬头看见苏怀坐在太师椅上，马氏领着昨日那小孩站在一旁，小孩脸色还很苍白，但歇了一晚以后精神头不错。看见陆瑶进来，小孩眼神闪烁，有些害怕他的样子，往马氏怀里躲了躲。马氏哄着小孩，恶狠狠地瞪着陆瑶，安抚道：家俊莫怕，相爷定会为你讨回公道。听说昨晚你又惹出了事？要是我说是麻烦找上我，你肯定又不信。家俊你别怕，昨晚他怎么对的你，都跟相爷说来。他掐我了，还不准我动，把我掐得好疼。你听见了吧？还有什么可说？可家俊顿了顿，又道：我喘不过气，疼了以后好像就喘过气了。什么喘不过气？娘发现你的时候，他都把你掐得背过气去了。我被关在柴房里了，一着急就喘不上来了，然后他就掐我，他还不准我动，好凶。家俊有哮喘的事在相府里本不是秘密。听他这么说，昨晚在柴房里，他应该是恰好碰到哮喘发作了吗？马氏本是气势汹汹找陆瑶问罪的，可没想到家俊说的竟是这样。家俊你别撒谎，他把你伤成那样，可是想害你。苏怀看着小孩，眼神温和，可小孩手足无措，显然更怕他。他掐你，让你喘上来了吗？家俊哪敢撒谎，老实的点点头。随后大夫来给家俊复诊。昨晚在不知家俊有哮喘的情况下，看见他身上的部分淤青，只说下手的人也忒狠了些。而今听说家俊有哮喘后，再一看全貌，才反应过来，这些淤青的分布部位正好就是各处穴位，便道：孩子淤青的地方正好是平喘顺气的穴位处，无甚大的损伤，只是孩子皮肤比较细嫩，留下了痕迹而已。可真若是哮喘发作，及时按压这些穴位，能最快的平息顺畅下来。别说马氏了，在外旁听的下人们也没料到这样的转折，全都惊呆了。这下事情大致理清楚了，大家才意识到陆瑶不是要害家俊，相反他还在关键时候救了他。要是昨晚家俊哮喘的时候没人管，等马氏找来发现时，铁定已经是嘎了。马氏很快反应过来，连忙岔开话题问家俊：你说你昨天是被关在柴房里了，谁关的你？不知道，就是有人突然把门关上了。这会儿问起，连当事人都说不知道，那全府上下只有脑子进水了才会主动站出来承认。这是小孩昨天落下的香囊，是他的吗？女子因一块玉佩给自己找了个未婚夫，却没想到未婚夫竟是个超级登徒子，放任下人乱嚼舌根，还被人三番三次的陷害。不仅不幸他还将他关进了柴房后不管不顾，却因一个小孩才把他叫出来审问，所幸最后真相大白。这个不是他的，你哪来的？我在花园里玩的时候捡的。既然是捡的，真要是有心人落下，必也不会前来认领。且香囊的料子也不是普通的布料，这府里的下人怎么会有？能有的也就只有座上的那位主。陆瑶看了他一眼，一闻便知他平时也不用麝香这玩意儿。有哮喘的孩子还是少闻这些香料的好。陆姑娘，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姑娘救了我儿，先前却造成误会，这里给陆姑娘赔礼道歉。陆瑶见他态度转变，便也没计较。而苏怀听了一阵神色寥寥，挥挥手又让建征把陆瑶给关进柴房。毕竟家俊的事说清楚了，还有许嬷嬷的事没说清呢。你们主子似乎对这个结果有点失望啊。失望肯定是有点失望，不过陆姑娘运气挺好的。没想到下午的时候，下人就把陆瑶放了出来。凶手找到了吗？还没有，但马大娘给陆姑娘做了证。马大娘吗？陆瑶回到了住处后，便发现自己的东西不见了，而马氏刚好在她的房间里，便问道：我行李呢？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帮你问问其他人。半炷香后，问到了，姑娘打从您被关进柴房以后，再没其他下人进过这院子了，除了相爷身边的随从建征。眼下相爷出府了，建征必然也不在，还是等他们回来了再去问问建征吧。我这人呢，有恩必报，陆姑娘救了我儿子，不嫌弃的话，以后就由我来服侍姑娘。随后陆瑶才得知，这马氏到苏怀面前给他作证，说那天半夜在后厨那边遇到了许嬷嬷，是在后厨歇的，根本没回这院里。如此陆瑶就没有嫌疑了。而苏怀听了马氏的证词，出门前才让人把陆瑶放出来，一直到晚上苏怀回来，陆瑶当即去苏怀的院子找他。陆姑娘到这里来干什么？拿了我的东西还问我来干什么，真是好样的。建征默了默，算是默认了。就在建征不知道怎么回话时，进来。
你拿了他什么东西？应该是他的行李包袱。我竟不知你还有这癖好。是主子前些日让属下去拿来看看的，笑话，自己又不是什么变态，没主子吩咐我去干那事做甚？有这事吗？属下拿来的时候，主子正忙，就让撂一边，没顾得上看。家人们，谁懂啊？这里有2个变态，还是看不出来的那种变态。一个大男人这么点气量，一边把自己关起来，一边又叫人翻东西摸他底。只可惜自己这点小事实在不值得他大忙人记在心上，这不转眼就给忘了。那包袱呢？应该是在坐榻角落里，去找来。片刻后，到底是放了多久啊？包袱上都是灰。要不要这么狗腿子？简直是简直他妈给简直开门，简直到家。就这样，他们在正主的眼皮子底下打开了包袱，随之映入眼帘的便是路遥的几身换洗衣裳，而变态的苏怀拿着笔杆子将他的衣服一件件挑开，试图想找出朵花来，结果除了衣服还是衣服。不然呢？想找出什么东西？可当他笔杆子挑上他的一件里衣肚兜时，苏怀一脸平常。苍天啊，把这不要脸的！你在骂我吗？你觉得我在骂你吗？我有没有骂你？你心里没有13数吗？拿走。真是托主子的福，自己从没看过女人的贴身衣物，搞得自己的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放。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没有尴尬，只有更尴尬。这不，刚装好的包袱漏了呀！家人们，谁懂啊？衣服掉的苏怀满桌，方才苏怀用笔杆子挑过的一抹肚兜，就这么直接。这主仆2人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吧？属下大意，请主子责罚。怎地包袱里有你的最爱啊？还有你，包袱烫手还是怎的？怎么，我还没有不满，你很不满吗？大哥，麻烦你搞清楚，被偷窥隐私的人是我。我只是看见，不叫偷窥。还有，我是正大光明的看，哪有半分偷偷摸摸的心态？真是活久见了，城墙都没你脸皮子厚，不要脸。只是路遥不知道的是，他还有更不要脸的。谁让你先前让自己那么的不爽，就是怎么让你不舒服怎么来。料子不错。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变态！我劝你放下衣物，立地成佛。古代有说法，摸了外人的贴身衣物，通常会拉大掉粪坑。出门踩狗屎，头上带点绿，小心长针眼。苏怀不仅不听劝，他还拿起来左看看右看看，看见路遥脸都绿了。你我很快是夫妻，不必这么见外。我倒想看看我能怎么倒霉。路遥再也忍不了了，快步上前，1秒的功夫就把桌上的衣物塞进包袱里，又一把从他手上夺过肚兜，看了一眼主仆2人道：“你俩不是变态，就是脑子有坑。”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主子变态又不是1日2日的事了，这是连京城里的狗都知道。路遥当即就走，远离这2变态。家俊哮喘病犯，你会治哮喘吗？以前乡里有人得过这病，碰巧看见过大夫怎么弄的罢了。溜了。怎么？现在手抖的连包袱都拿不稳了是吗？那我留你还有什么用？主子明察，这只是个意外，换个人来伺候。是。路遥拿着包袱回到院里，看了一眼自己这临时的几身换洗衣服，方才可都在苏怀手上过了一遍。真是个瘟神，遇到他就没有好事。可恶！越想越气，衣服丢又不能丢，自己暂时又没别的衣裳。最后路遥只能黑着脸丢盆里，打算全部清洗一遍。马氏见他要洗衣裳，便道：“这点小事用不着姑娘亲自动手，我找人来洗就是。”隔日，整个相府上下都倍感震惊，因为相爷让府里人开始准备他和路遥的婚事，先定下一个婚期。原以为相爷是不待见陆姑娘的，压根不可能会娶她。这下好了，这个乡下来的女子竟真的要摇身一变，变成府里的主母夫人了。一时间，路遥院里变得十分热闹，下人们也一改先前冷漠态度，对路遥相当殷勤。早知道这相府后宅里这么多事，自己再来认领这未婚夫之前，先仔细斟酌的。可现在的情况是，任凭苏怀心血来潮，他要高兴，原地就能跟你把婚结了；他要不高兴，先送你去柴房凉快几天。姑娘有什么事，尽管吩咐。给我重新裁几身里衣。而以前的肚兜则被他当抹布扔了。女子单身60年，因一块玉佩多了个未婚夫，甚至第一天就住未婚夫家。不成想因一个女子而被关进了柴房，却因小孩的出现打破了软禁，因此未婚夫打算补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等不及娶未婚妻的痴情种似的，总感觉这奸佞没憋什么好屁。这夜，路遥在前院里溜达，没成想碰见了煞神回来。怎么特意来堵我，却离我这么远？听说你我的订婚期在10日后吗？意不意外？开不开心？是不是很迫不及待了？臭不要脸！是不是有点赶？
我不着急，这事完全可以从长计议。我着急。你急什么？当然是着急将你娶进门，好名正言顺做我的夫人。这话说的，你自己信吗？相爷对谁都如此浪荡的吗？当然不是，不是谁都敢上门说是我未婚妻的。苏怀边说着，边朝他一步步走来，他身上那气息一丝丝飘进他的嗅觉里。路遥很识时务的往后退，最后转头就走，这话题也不了了之。跟他真是没法聊。这就走了？不走留下来宵夜吗？相爷吃过了吗？晚饭送我院里来。方才说到哪儿了？无回门已暗中聚集在京，想必是在等时机对主子下手。把这时机送给他们。怎么这2日苏怀身边的狗腿子换了？不是见争了。狗腿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礼貌吗？回路姑娘，臣不知斗。什么不知斗？问你姓甚？听不懂人话吗？难道我说的不够明显吗？臣姓布，名知斗。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要不要再笑大声点？见争呢？怎么不是他在你们相爷跟前伺候了？他在受罚。什么罚要受？这都好几天了。去马就挑大粪。见争犯了什么错吗？听说是手抖。隔着10万8千里都能闻到你身上的马粪味。也不看看是谁害的，与其操心别人，陆姑娘不如好好操心你自己。你主子果然不是真的想结婚，不然我需要操心自己吗？我应该高枕无忧才对。那奸佞真要是想结婚，直接结便是，还订婚作甚？就这样，10天的时间眨眼就过，该派的请帖也已经派出去了。消息传出以后，全城都感到十分震惊，这把持朝野的宰相居然要定亲了。你听说了吗？对方什么来头？哪家闺秀？有何本事，竟能把苏怀那样的人收入囊中？也不怕降不住吗？听说苏相定亲的对象是从前立下婚约的一个乡女，至于为什么堂堂宰相会与一乡女有婚约，就不得而知了。而朝堂上收到请帖的文武官员也心思各异，骂他的不敢当面骂，但心里都骂翻天了。这奸贼这辈子居然还能想起娶媳妇，他不是应该孤独一生的吗？他就是结婚了，肯定也生不出儿子，作孽太多，得断子绝孙。最气人的是定什么亲，直接结婚不好吗？现在定亲的送1回礼，下次结婚还得送1回，他未免也太贪了。不过朝臣们惯会做面子功夫，心里骂得再嗨，面上还是笑嘻嘻的喝声一片。这天，清乐郡主收到相府的请帖后，气得脸都绿了，当场把那请帖揉成了一团。那个女人她凭什么？义兄竟真要与她定亲？今日送衣裳首饰过去时，他眼睛都看直了。那能不吗？恐怕他这辈子都没穿戴过那么精致的衣裳首饰了。也不知相爷究竟是哪点瞧上了他。那清乐郡主难道不比他有才有貌，还出身高贵吗？可不是，要不你们去劝劝相爷，让他跟清乐郡主订婚得了。我也很纳闷，你们相爷脑子里装的都是少水吗？唉，自己也是领了未婚夫以后才发现，他这脾气阴晴不定的，要是放在乡下，连狗都嫌。相爷深谋远虑，他与陆姑娘订婚，必有他的考虑。这天一早，马氏就叫了嬷嬷丫鬟来给陆瑶梳妆打扮。陆瑶终于换下了她那身寻常普通的衣服，穿了海棠色的裙子，一头青丝乌发铺垂下来，在脑后挽了个半截，仍旧以自己的黑簪固定。她抬眸时，眉是眉，眼是眼，尤其那双桃花眼，风华流转，竟让打扮的嬷嬷和丫鬟看愣了去。原以为她一个乡女穿上这般华贵的衣衫，也只是学个不伦不类的模样，却没想到这身裙长在她身上完全不显违和。她腰身纤细窈窕，红衣黑发，清绝艳丽。之前那些暗里有些瞧不起，等着看笑话的府里下人们，看到这样的美人，哪还敢说什么？姑娘，相爷来接你了。陆瑶走出房门口，一抬眼便看见苏怀站在院里等。他今日一身紫檀色衣袍，衣襟交叠整齐，纹丝不乱，又修长挺立。虽然看起来平易近人，整个人却散发着一种禁欲气息，就好像谁碰了他就是罪大恶极。苏怀眼尾的目光扫到他，徐徐转头看去，温煦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片刻。他这张脸大概是老天爷最得意的杰作了。过来。之前陆瑶都是有多远避他多远，不过今天日子特殊，可由不得他离他2丈的安全距离，不然没事他们都能把白的唱成红的。陆瑶闻言便大大方方朝他走过去了，还没走近，就见苏怀忽然皱了一下眉头。终于扳回一局，不过他也只爽了一下下，因为下一刻苏怀若无其事地牵了他的手。陆瑶暗暗使力正了正，他情深意重似的握得紧，两人的袖摆堆在一起，格外的协调。一定要弄这么香吗？你闻不惯吗？我觉得挺好闻，幸亏我早有准备，配了个浓郁的香料，整个嗅觉里都是这馥郁的香气，闻得有些麻木，但能极好的克住他身上的气息，总比闻到他那股子芳烈味道上头的好。自己虽然弄得很香，但又不是那种腻人的脂粉香，我闻不惯。哎呀，那怎么办？你我喜恶相差悬殊，婚后可能也过不到一块儿去。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你不想嫁我吗？认了未婚夫以后，发现挺失望，对我不满意吗？谁敢对相爷不满意？真是小心眼，我满意。前边宾客满堂，大家其乐融融，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呢。看这要和苏相订婚的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大家伙大失所望。这个乡女只用了一块玉佩，就钓到了个金龟婿，可她却是人人都怕的宰相。她不仅不怕，竟还当上了宰相未婚妻。所以说，勇敢的人先致富。这不，今天就是她的订婚宴。苏怀携路遥走进前院，路遥戴了覆面纱，只露了一双眉眼在外面。不过众人光看那双眼，眼若星辰，又似桃花始开，就知定是位美人。难怪苏相愿意与这样一个乡女订婚。可随之而来还有一道浓郁的香风，正是这路遥身上散发出来的，但香的太过了，实在算不上高雅。咦，不愧是个乡女，竟不知这女子身上的香过犹不及。女人香当然是淡而缭绕为最佳，可她这是恨不得把全天下的香料都揣在身上，是想呛嘎大家吗？堂堂相爷的未婚妻竟这般俗气，还不如我们这些金贵女子。一时间，所有人都在看笑话。果真是上不了台面的乡女，真是丢人！义兄娶她也不怕惹人笑话。听说是这乡女主动上门来认婚约的，她怕是以为当了宰相夫人就可以一泻登天了。可眼下一看，她便是什么都不懂了，反倒出尽丑相。相爷是什么人，与他又怎能相处得长久？切，丑不丑相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无所谓。反倒是苏怀常在朝中混的，跟我这么个乡女捆在一起，他应该比我更丢脸。这家伙果然脸皮比城墙厚，比我还坦然。大家恭祝声连连，苏怀应付了几句，就携路遥入座。他一直牵着路遥的手，落座时将他手放在自己腿上，俨然一副对他情根深种的模样。路遥抽了抽手，他压得紧，他手贴着他的衣袍料子，柔软中泛着微凉。路遥想尽量离他远些都没办法，他循着各种各样的目光看去，便见人群中坐着的清乐郡主。啧，这眼神就像当了他娘一样。相府这次排场搞得甚大，还请了个戏班子唱戏。就在台上的戏正展开至高潮阶段时，戏子突然扬手一挥刀，那凌厉的尖刀带着一股气势，直直朝堂上正坐的苏怀上来。所有人都猝不及防，那刀锋芒毕露，苏怀面无波澜，直接一把将路遥往他怀里扯。难怪他今天非要跟自己订婚，果然没好事。但万万没想到，这狗男人居然拿自己给他挡刀。就在他把他扯进怀里那一瞬，他直接顺势往他怀里倒去，就像只受了惊吓的小白兔。很好，这样一来，自己的身子还没有桌子高，能完全遮挡住。然后那刀又是对着苏怀来的，路遥身子趴在他腿上，还刻意压着了他牵着自己的那只手。这一刀干脆快点定嘎他吧。眼看着刀锋逼近，苏怀只能单手拿住桌沿往上一掀，刀定在了桌子上。而周遭回过神来，尖叫不已。路遥抬起头，正对上苏怀垂下来的黑眸，他眸底深浅不定。相爷，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吧？空气真新鲜。厅堂上原本唱戏的戏班子个个都加入了打斗，他们动作迅捷，雷厉风行，且招法凌厉，一看便是训练有素的杀手组织。一时间，原本热闹喜庆的场面，片刻就满地狼藉，惊心动魄。只剩路遥跟清乐郡主在，不光是戏班子，还有不少扮成各家下人小厮的杀手，全是来嘎苏怀的。啧，看来是下了血本了，要取苏怀狗命。人们常说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而且这王八还相当能打，个个想嘎他的杀手都被他反杀了。看着奸臣嘎起来，就像割白菜一样，绝对是个高手。还有这些杀手也非等闲之辈，观其功夫招法，应该是江湖上排第2的杀手组织无回门，派来的恐怕也都是顶尖的杀手。只可惜对付苏怀还是弱了一截。想当初这杀手组织取无回门这个名字的时候，路遥就觉得不太吉利。虽然他们的宗旨是把目标送上黄泉路有去无回，但容易有歧义，搞不好他们自己也有来无回。杀手估摸着此行不太顺当，再嘎下去估计都要玩完。就在这时，这不是苏怀的未婚妻吗？不好，他盯上我了，我可不想被这奸佞给拖累。小卡拉米，你还能跑得过我？切！你以为擒住了我就能让他心软不成？那是你没看见，方才他拿我挡刀呢。杀手头目显然不信，对着苏怀厉声道：“不想他洗的就束手就擒。”这头目脑子果真进水了，他凭什么认为苏怀就能为了自己束手就擒呢？今日他跟我定亲，不就是用来钓鱼的饵吗？钓的就是这群笨鱼。结果见证那狗腿子倒是顿了一瞬，反倒是苏怀将杀手弄嘎了，才回过头来看路遥一眼，又忙去弄洗下一个杀手。这样下去可不行。看吧，挟持我有用没？等他弄完你小弟，就轮到你了。哼，你少废话。大哥，嘎人不嘎无辜，姬无暇没教过你们吗？这世上知道我们无回门门主真名的寥寥无几，并且知道门主真名的都是对门主而言重要之人。
这人无回门，上下绝对伤他不得。你看你们这么多人都找不到他的死穴，他功夫虽好，可右手动作比左手慢，以前至少右臂之间肋受过重创，那才是他的死穴。要是这个还搞不定他，那就往中庭跑，中庭湖塘底下的暗水口可通往外面。不信吗？话音一落，路遥巧施地脱离了他的钳制，杀手头目也知道再擒他无用，而且他也给他提供了信息，当即朝苏怀攻去。杀手头目也相当厉害，专攻苏怀弱处，一时间两人相持不下，叫路遥看了好一番精彩打斗。要不是场面不合适，自己都想鼓掌叫好了，可惜这杀手头目还是干不掉他。杀手头目见此，当即丢出烟雾扰人耳目，他自己则转头就撤。剑争立马带着人追了去，堂上尸尘遍地，充斥着浓烈的血腥气，整个一阎罗殿一般，哪还有半分喜庆之意可言？这与苏怀定亲的真要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女，恐怕早都吓喜了。而金贵女眷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早就抱头跑出去了。但路遥却没有丝毫的害怕，一直待在宴厅上，可此刻却装出一脸惊吓，但看起来还保持着神智的样子。苏怀手里拿着剑朝路遥走来，他满身血气，明明面目温和，却给人一种阴晴不定的瘆人感觉。正这时，突然一把剑朝路遥射来，路遥见状4倍吓得顿时腿软，倏儿整个人软了下去。于是乎那剑就直直从他头顶上方休的穿过。路遥和苏怀朝着剑来的方向看去，就看见一名别家随从，苏怀一剑射去，随从当场就嘎了。而清乐郡主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吓得脸色煞白。原本打算趁着场面混乱误杀了那哒哒的，可没想到那哒哒一直躲得紧，好不容易暴露出来了，偏偏箭射过去时又被他给躲过了，而自己的随从竟被义兄给嘎了。你还好吗？你蹲得很及时。那个，我是吓得腿软了。我不信。说罢，他便一手将他拽了起来。这满堂浓烈的血气将他本身的气息都掩盖下去了，那他也无需顾忌什么，毕竟是自己的未婚夫，情深意重谁不会呢？你没事就好。方才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自己从没被哪个女人这样子抱过，可她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自己。你跟我说说，方才那人刀都架你脖子上了，为何又放了你？他可能是看拿我威胁你不起作用吧，实际上也确实不起作用。既然你不愿与我订婚就罢了，我看这婚约就算了吧。怎么不愿？我不仅要跟你订婚，我还要跟你结婚。失策了，这东西风险太大了，要是隔3差5就被刺杀一回，保不准不会出现意外。宾客们见这场杀戮终于渐渐平息了去，才陆陆续续的从外面走进来，一进来便见满屋都是血尸遍布，接受能力弱点的当场呕吐起来，有些女眷直接被吓昏过去。是你的人吗？不是，义兄，跟我没关系，我是叫他来帮你。你差点嘎了你一嫂。真是小心眼，竟给我扣下一顶仇恨的帽子，想得美。我没事，伤的是你义兄的人。最后这场订婚宴惨烈收场，惜命的都匆匆告别了相府，唯恐再惹上祸事。先前那些女眷们还鄙夷或嫉妒路遥这个乡女居然能当相府夫人，现在是一点都不羡慕嫉妒了，只希望这一对夫妻所死不要出来祸害其他人。人呢？他跑了。跑了？他跳了湖，没再出来。属下派人搜湖，发现他从底下活水口逃走了。这湖挖的讲究，引的是山间活水来，活水泉眼不小，那相应的出水口必然不能小。只要顺着水流，不需要游出去，也会被水流给冲出去。搞半天死了些小喽啰，这头目却给放跑了。苏怀不高兴，剑争也知道这次疏忽犯了大头，原本想借此机会把无回门给拉出来灭掉的，那个头目得活捉，可现在人跑了。属下失职，请主子责罚。哎呀，想开些，你人没事，他们死的挺多的。他们没死绝，你叫我如何享台？至少得弄清楚我的命在他们手里值多少钱。这些身在高位的权臣奸佞，有时候就是这么刁钻。自己什么身价，心里没点13数吗？剑争一时半会也无暇受罚了。苏怀一吩咐，他赶紧就带着人出府去继续追了。随后苏怀抬脚往他的后院走，走了几步，脚下一顿，回头朝路遥看来。你似乎没怎么吓到。我吓到了。那怎么没像他们那样呕吐哭泣？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我怎么感觉你这形容才更吓人？好吧，在乡下的时候常杀鸡杀鸭，对血有些习惯，我就当他们是死鸡死鸭了。苏怀看了他片刻，也不知信不信，但还是转身离去了。到晚上的时候，马氏跑来告诉他，姑娘，相爷回来了，让你过去一起用晚饭呢。相爷要和他一起用晚饭，在相爷那里，他自然是与众不同的。今日经历了这么惊心动魄的事，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吃不下。一会儿过去，万一你们相爷看见我这么惊魂未定的样子，也影响到他的胃口，那就不好了。这样吧，你就去跟他说，我受惊过度，正在休息，不能去用晚饭了。那行，跟相爷说姑娘不适，相爷定能理解。另外，叫人送几样晚饭到这里来就行。姑娘不是说吃不下吗？可身体要紧，我得吃。
马氏出来便吩咐下人备晚饭送到这里来，他自己则去前面厅上回话。下人送来的晚饭虽然只有几样，但样样精致，没人敢再随便敷衍。家俊本在院子里玩耍，此刻却探着脑袋往里瞧。要不要进来一起吃？可我不能跟姑娘一起吃。姑娘邀请你，你也不来。那邀请我，我不来的话就是不礼貌。于是两人在房里一起吃晚饭。马氏来到苏怀跟前，将陆瑶的话传给苏怀。哦，你说他受了惊，吃不下。传完话后，马氏回到院里，见家俊跟陆瑶一起吃，还不及说什么。陆瑶道：“我请他吃的。”谢姑娘垂爱，我跟相爷说了，相爷体恤姑娘受惊，让姑娘好生休息。你们相爷真是善解人意。还有，相爷让先告诉姑娘一个好消息，给姑娘压压惊，也让姑娘高兴高兴，姑娘就能吃得下了。什么好消息？相爷说10天以后要跟姑娘成亲。到时候姑娘可就是咱们相府真正的主母夫人了。看来相爷对姑娘当真是与众不同。我在这里这么多年，可从来没见相爷想娶谁进门的。这里就先恭喜姑娘了。那奸佞是想给我压压惊吗？是看我不够惊吓吧？这一下他就真吃不下了。真是个天大的惊喜啊！10天来得及准备吗？只要相爷想，别说10天，5天都来得及准备。姑娘怎么不吃了？听着都饱了。你听说了吗？说是今天相府遭了刺客，相爷和陆姑娘共经患难，相爷因此十分感动，决定10天后举行婚礼。翌日朝堂上，皇帝也知道昨日相府遇袭一事，就问起苏怀：“爱卿可有恙？那些刺客抓到了吗？”臣谢圣上关心，刺客已经捉拿，今日可送往大理寺受审。后面的文武百官听的又是个坏心思，昨天的杀手被抓到了，要是对他进行审讯，就会知道究竟是谁买通杀手组织来行刺宰相了。那有些人接下来恐怕吃不下也睡不着了。果真上午苏怀就送了个人进大理寺，只见一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一张脸被打得就算爹娘来了都不敢认。这番形容可如何辨别他的模样？他敢行刺相爷，没当场打嘎就是好的，眼下只是打肿了脸，过些天就消了。你们可以等过些天再审。那人看着大理寺卿，张嘴想说话，就呜的发出怪声，显然是被药哑了嗓子。这也不难理解，杀手嘛，为了不让雇主被供出来，拔舌毒哑，这是常有的事。可过些天怎么等得？那不是夜长梦多吗？于是乎，当天杀手就被进行了一顿爱的关怀。接下来的几天里，大理寺的气氛都紧张又危险，毕竟那杀手就是个炸药包，什么时候爆炸都不一定。第5日，这日孙都尉火急火燎的来到大理寺，一见到大理寺卿就气冲冲道：“苏怀那贼子送来的人呢？尚在牢中呢，孙大人亲自来，还不带我去见他？这孙都尉莫不是来大义宫了？怎得如此暴躁？”孙儿啊，你受苦了！苏贼敢把我孙儿伤成这般，我定要你不得好喜。只要出了这扇门，大路朝边各走一边。嘿嘿。原来行刺本相的竟是孙大人的爱孙，令孙勾结江湖势力谋害朝廷命官，不知道是受何人指使，待我禀明圣上，再详加审查。孙都尉听后肺都要气炸了，偏偏拿着贼子无可奈何。要是跟着奸人刚到底，他一口咬定自己孙子就是刺客，勾结江湖势力，这样罪名落下可不小。姓苏的，算你狠，有本事你别栽在老子手上。很快百姓们都听到了些许风声，听说孙都尉家的妖孙给人弄哑了嗓子，扔进大理寺打残了身子，等孙都尉发现的时候，只剩一口气吊着了。听说都是奸相干的。这孙家孙子可是经理出了名的恶霸，吃喝嫖赌样样来，强抢民女还光荣。前阵子不就闹出了个事？是啊，他当街抢了良家女，没过2天就把人给玩死了。后来姑娘家人闹到了官府，最终官官相护，还不是不了了之。现在好了，恶人自有恶人磨，遇到比他更奸更恶的，他就只有遭报应的份儿。孙儿被搞成这样，叫我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既然搞不了苏怀，那是谁暗中搞小动作，把孙儿害成这样的？我总收拾的了。天杀的，那竟然是孙都尉家的孙子，这下怎办才好？都怪那杀千刀的苏怀。10天婚期很快临近，这些天苏怀似乎很忙，路遥几乎没见到他人。想也知道，虽然他没能抓到无回门逃走的那个杀手头目，但以他的心胸，他能让那雇凶来杀他的那些人好过吗？这样一个树敌太多，别人一有机会就想干掉他的人，跟他结婚，脑子是秀逗了。所以这几天，路遥常溜达到前院去，瞧见襄府大门都有府卫把守，且个个训练有素，不似等闲之辈。这日将入夜以后，路遥终于看见府门口空荡荡的，没人把守了。
之前自己就是从这扇门进来的，现在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这未婚夫风险太大，谁爱要谁要吧，我可无福消受，行李包袱也不要了，只要出了这扇门，大路朝边各走一边。嘿嘿。很好，没有人发现我。自己刚回来就瞧见他鬼鬼祟祟看来看去，就特地的站在门口等他转过身。瑶瑶，哪儿去？这王八绝对是故意看我笑话的。回来多久了？硬是没吭一声。我就是随便走走。这个时候出门走走，莫不是想跑？还真被你说对了，可惜没奖励。当然不是。怎么？你是怕我跑吗？你想出去走走，可以叫我陪你。还是别。怎么？你不想我陪？你是大忙人，小女子不敢耽误你的时间，我自己一个人出去就行。笑话，我是嫌命太长了，让他陪，不就是在昭告天下，我出门了，还不快来打我？你是我妻子，陪你不叫耽误时间，只是今天我乏了，改天吧。他都这么说了，自己今天还能走出这大门吗？改天就改天吧。最终陆瑶逃跑失败。经过这事后，府门口一天12个时辰都有3拨人把守着，不光有明卫，还有暗卫。他要是翻墙走，肯定是像扛猪一样扛回来。2天一过，就又是他跟苏怀的大喜之日了。姑娘穿着这身嫁裳，好生装扮起来，可丝毫不输京里的那些名门闺秀。相爷真是慧眼识珠。前面有宾客到，该忙活的下人们都去前面忙活了。姑娘没用早膳，饿了吧？我去后厨给姑娘拿些吃的来。没多久，便有脚步声进了院子里来，但来人不是马氏。姑娘，请开一下门，我实在腾不出手来。陆瑶走到门口，眉头皱了一下，但还是开了门。突然一道水沫朝他吹来，蒙汗药吗？来的真是时候。接着他被人套进了麻袋，后匆匆出了院子。等陆瑶睁开眼时，眼前一片漆黑，而且空间十分狭窄，只容得下他蜷着身躺着。他动了动手脚，手脚都被人绑了去，嘴也给堵上了。这应该是一口箱子，这是被人装进箱子了。我就知道不会这么顺利，不过正合我意，待在这箱子里可比跟苏怀拜堂成亲安全多了。等到临近拜堂时，马氏和嬷嬷们回院里一瞧，发现新娘子不见了。苏怀今日也一身吉服，端的是俊雅而妖美，他这副皮囊不知能骗走多少上京姑娘们的芳心。只可惜懂的人都懂，这样的人只可远观不可近乎，否则好日子到头了。刚刚相爷怎么急冲冲的走了？听说是新娘子不见了。就知道一个乡下女哪有福气当得了宰相夫人。可苏怀不能就这么算了，毕竟不见的是他的新婚妻子。主子，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唯有抬进府里来的这些箱子还没找过。苏怀抬眸看了一眼整齐堆放的一个个红色箱子，箱子里装的都是些婚礼吉祥之物，还没来得及收捡。义兄，准一嫂会不会是害怕了，所以不打声招呼就走了？哦，何以见得？毕竟上次义嫂和义兄定亲之际发生那样惊心动魄的事，义嫂是从偏远地方来的，没见过那些场面，被吓坏了也实属正常。对，你说的太对了。他很爱我，不会走。臭不要脸！你是怎么做到脸不红心不跳说这话的？他说着就一步步往箱子这边来，慢条斯理道：“我来看看他是不是躲在箱子里了。”听他那语气，简直是我讨你追，我插翅难飞。这可怎么办？自己若是此刻阻止，就坐实了心中有鬼。这又是搞什么幺蛾子？苏怀走到第一个箱子前，打开了箱盖，里面都是些铁疙瘩。没有。虽说自己是被人用了蒙汗药绑进这箱子里的，可我一点都不想被他给找到。苏怀开完了全部箱子，就只剩最后一个了。随着箱子打开，只见姑娘一身嫁衣，火红的裙摆将箱底铺得艳烈，青丝堆在箱头，被捆了双手双脚，嘴里还塞着布团。陆瑶视线与他对个正着，四目相对，没有火花的碰撞，也没有情绪的交流，竟格外的平静。奸佞这一笑准没好事。也没有。以为我义兄会对你高看一眼吗？他真要是在乎你，方才他明明发现了你，为何却对你视若无睹呢？现在知道了，义兄根本不在乎你的喜活。把这个堆在这上面，腾个地。是嫌我洗的不够快吗？没有，妈。见真无情的往陆瑶箱子上面压了个箱子，这下他连透口气都困难了。得，此前说的比唱的好听，这奸佞根本就没想要娶自己，只不过是有人不想让他娶，他便顺势借别人的手打发自己而已。这种变态的心理就是我不能自己离开，只能由他主动把我处理掉。可能如清乐所说，我准夫人是真吓坏了，不告而别了。果然是奸相，这婚没结成，贺礼又白送了。最终没有拜堂这一环节，直接吃席了。另一边有人抬起了陆瑶这口箱子，走了好一阵。终于有人又一次打开了箱子，陆瑶总算得以长换一口气。哟，这不是王八的义妹清乐郡主吗？没想到你这张脸还有几分姿色，
你就是靠这张脸去勾引我义兄的吗？只可惜，你以为我义兄会对你高看一眼吗？他真要是在乎你，方才他明明发现了你，为何却对你视若无睹呢？现在知道了，义兄根本不在乎你的喜活。义兄发现这个香女时候，还以为自己会被义兄责罚，不成想义兄竟然不在乎，还默认自己随意处置，那我就没什么顾虑了。你以为是你成功了吗？上次你让本郡主在义兄面前丢脸，本郡主原想着你这张脸也别想要了，但是现在本郡主觉得划烂你的脸倒是可惜了，我要把你卖去一个好地方。哟，明明长得也不差呀，怎么笑得这么猥琐？知道是什么好地方吗？当然是男人成群的妓院，去了那里，你便是个人尽可搭的搭搭，你就用这张脸这副身子去搭搭无数的男人，无论是谁，只要有钱就能搭搭你。切，说的好像你很了解妓院似的。不过能把自己带出湘府，我真的是谢谢你。就把她卖去京里最大的妓楼，做最下层的癫女吧，卖来的银子给我买点心吃。随后香盖再次盖上，路遥被抬上了清乐郡主马车，马车缓缓往前驶去，来到一处巷子，突然一道过分温朗的声音响起：哥哥，你不是说还有2天才回来吗？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今日不是苏怀的大喜之日吗？特地赶回来喝杯喜酒。喜酒怕是喝不成了。怎么？哎呀，哥哥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一步。说着让侍卫下车走，等马车离男子近些时，他看见车厢里有口大火气的香火，不由得里面是谁呢？没什么，哥哥快去找义兄吧，我先走了。就这样，他们来到了京里最大的青楼招募馆，但清乐郡主坐在马车里没出面。侍卫打开箱盖，见里面躺着个一身红裳的姑娘，这宝妈阅人无数，便是路遥被堵着嘴侧头躺着，五官不是一目了然，但也一眼能看出这绝对是个上等容色的姑娘。开个价，主子只有一个要求，让她接客。到了我这里的姑娘哪有不接客的，请你主子放心，并让她多多接客。她什么时候松了绳子的？这会儿宝妈看清了路遥的整张脸，一时表情不定，就给他2钱银子，拿回去给他主子买点心吃吧。宝妈听了路遥的话，还真就只给了侍卫2钱银子。既然你主子只有那一个要求，好说好说，你主子若是对这价钱不满意，再进来咱们商榷。本以为怎么也得卖个3、5两的，没想到居然只有2钱，这点钱买点心都不够。不过自己也不是冲钱来的，把那搭搭送进青楼的目的达到了，再要进去跟老鸨讨价还价，显得掉身份。回吧。招募馆里住楼上的一些姑娘听说今个进来一位新人，而且还只卖了2钱银子，都纷纷凭而望，看看究竟是什么姑娘只值2钱银子，而且宝妈竟然也肯收。结果一看，这红衣女既没缺胳膊少腿儿，又没毁容的，明显是个上乘的姑娘，怎么只值2钱银子呢？姑娘可会什么才艺？不才，会点音律。是，把我的琴拿来给她试试。片刻后，小毕抱着一架琴摆在了堂上。花魁在这楼里的名儿叫阿汝，他发现宝妈似乎对这新来的姑娘格外客气。姑娘试试，是把好琴。只是他连坐都没坐下，就站在琴边，随手往琴弦上一挑一撩，就跟把玩小玩意一样似的。紧接着一道音律款款出，紧接着路遥挑了挑眉，音律陡然变调。宝妈听得神色变了几变，楼上一些姑娘们却是越听越难受，赶紧回房去了。这咸鱼汤就是如鱼得水，路遥拨了一会儿弦就停下了，免得一会儿大家受不了。如何，还过得去吗？阿汝带姑娘去景色院暂歇。不愧是招募馆的花魁，真是千娇百媚的美人。姑娘随我来。招募馆的后院还是有独院，只是寻常都是空置的，楼里的姑娘们乃至花魁都没有资格入住那里。景色院则是所有独院中最清静雅致的。路遥到景色院安顿下，很快宝妈就过来了，改了称呼唤他一声公子。正因为平时自己人这么称呼，故而外面很多人都不知他乃宝妈极为周到，令人送来了和路遥申请的新衣裳。至于为什么他会穿着一身嫁衣，宝妈也不敢多问，只道师尊他老人家可还好？挺好，就是出门闲逛去了，我也几年没见到他了。那公子这趟到京都来，可是有什么吩咐？为何又落到了广宁侯府的人手里？说来话长，我要做的事你们都替不了，
只有我自个来，且先在这落脚，再从长计议吧。所以说得感谢清乐郡主啊，居然让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误打误撞的顺利到这里了。回头你替我留意一下，进出这里的达官显贵，最常出入皇宫的那种。这个不难，公子放心，定替公子办妥。原想着去认了苏怀这个未婚夫，他是一朝宰相，平时肯定频繁进出皇宫，公务就算了，什么宫廷宴会啊，带上自己的未婚妻一起去理所应当吧，那自己便也能进宫办事了。可现在苏怀这条路难走，而且还危机重重，我还是另寻其他办法的好。宝妈退下后，陆瑶去洗了个香浴，洗了澡吃点东西，她让宝妈送了些她需要的药材来。下午时，景色院里就漂浮着一股淡淡的药香，她将制好的药用来敷一敷手腕脚腕上的淤青。到第二天淤青已消完，白天管理不营业的时候，陆瑶会出来走动一下，很快与姑娘们混了个熟。她给阿汝调整了琴弦，很快别的姑娘也都抱着琴来找她调。经陆瑶亲手调试后的琴，使姑娘们惊喜不已。咱们的琴平时可都是找经理最好的琴师调的，没想到公子调的比琴师更好。那可不嘛，行渊师尊的嫡传弟子，这一手音律，除了师尊本人，恐怕世上没人能胜得过。好了好了，都干自己的事去，别整天来搅扰公子。公子有兴致想给你们调琴的时候，你们再来。姑娘们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这位公子极善音律，宝妈竟让他住进了景色院，看样子是将他奉为座上宾了，又怎会让他出来接客？说起这广宁侯，在朝中就他与苏怀关系最好，所以苏怀才认了他的妹妹清乐郡主做义妹。广宁侯外出公干月余，本是赶着回来喝苏怀喜酒的，可没想到正好赶上苏怀的新娘子不见了。虽然他也莫名其妙苏怀哪里冒出来的这位婚妻，广宁侯回到家，越想越觉得清乐郡主当日的举动可疑。徐妙，你是脑子坏掉了吗？才回来就骂我，你到底是不是我哥？听说苏怀嘎了你一个随从，是。那你还敢掳走他的新婚妻子，你是怎么想的？这也不能怪我，谁叫那乡巴佬屡次和我作对？还有啊，那天义兄本来发现了他的，却又当没发现，不就是不想娶她，料着他自生自灭吗？我只是帮义兄处理了一下碍眼的东西罢了。你还这么理直气壮，即便是他和你作对，你把人卖去那种地方，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来人，带郡主回院里禁足1月，没我的准许，谁都不许放他出来。清乐郡主不服气的被带下去，随即广宁侯就动身出门，亲自去了一趟招募馆。白天的招募馆是相当闲，而且一团和气，姑娘们平日里相互探讨歌舞琴艺更是不在话下。尤其是陆瑶来了这里以后，姑娘们常向他请教音律。广宁侯来到了招募馆，招募馆白天虽不接待客人，但听说他要找宝妈也不能拦着。他一进来便先听见他的琴声，有姑娘满含期待的问：公子，你觉得我弹的怎么样？他循声看去，就见大堂有一些莺莺燕燕的姑娘围着一抹背影，她们对着那抹背影唤公子。这背影纤细，青丝及腰，分明是个女子啊，怎么都叫公子？广宁侯也没多想，匆匆走过，到大堂另一边见到了宝妈，说明来意。后来宝妈到陆瑶这里来，公子，广宁侯来了。这大白天的就来飘吗？不是，他是来找您的。找我？说是要给您赎身呢。这广宁侯是清乐郡主的兄长，可想而知，定是给他妹子收拾摊子来了。而且他又跟苏怀关系好，还是敬而远之的好吧？他想赎我，也不能不满足他。这样吧，让他拿千两黄金来赎。宝妈就身姿摇曳的去回话了。方才问过姑娘了，她愿意被侯爷赎走。只是这价多少？姑娘说非要千两黄金。我记得他被送进来的时候才2钱银子吧？哎呦，侯爷此一时彼一时吗？姑娘自己开的价，这买卖双方也得讲求你情我愿，不是？陆瑶就在2楼将楼下话听得一清二楚。他探头往下瞧了一眼，见得男子挺拔如松，不过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脸，他似乎挺警惕，一下就捕捉到他的视线，一抬头来看他，陆瑶立马就把头收了回去。广宁侯也只得匆匆瞥见一个后脑勺，不用想也知道，开这个价出来就是为了拒绝自己。这招木馆是敞开门做生意的，在京都立足这么多年了，但凡买进来的姑娘必须不能惹官司，要是达官显贵看上哪位了，只要价钱合适也能赎回身去。所以广宁侯觉得招募馆没有必要扣着一个姑娘不让她赎，应该是姑娘自身不愿意，现在人姑娘就在楼上，她要是愿意早就出生了，至少不会躲我。想来也是，自己妹妹把她卖进了这里，而后又来赎人，她肯定是害怕我的，根本不相信自己。要不侯爷看看其他姑娘要不要赎？可那位尚书长得太出众了，还是相爷长得平凡些，而且比尚书位高权重，公子还是就他吧。不，我就要那个尚书。你们让他接客了吗？那哪儿能啊，刚进楼的姑娘怎么也得一番教习培养，再公开竞价才能接待客人的。广宁侯见姑娘赎不回来，而且人家见都不愿意见他，也只好暂时作罢。最终广宁侯走的时候叮嘱宝妈道，在竞价之前最好不要强迫他做任何事。放心，侯爷既然吩咐了，那是肯定的。楼里的姑娘分好几种，有卖身的卖艺的，
也有专侍奉酒水的。一些清官伶人决定转行接客宿业的话，每隔一段时间通常都会竞价，所以没多久，路遥就等来了一次竞价买卖。招募馆会提前把消息放出去。这些都是公子让刘义京中的达官显贵，还有这次相爷竟也要来，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要是他出入皇宫都不频繁的话，那就没谁比他更频繁了。公子要不就去搭上他吧？还去搭上他？是嫌洗的不够快吗？我宁愿要那个尚书。可那位尚书长得太出众了，还是相爷长得平凡些，而且比尚书位高权重。公子还是就他吧。不，我就要那个尚书。很快，招募馆里的盛会就如期举行，堂上都是普通客人，达官显贵们基本都在2楼。宝妈提前去2楼的各位打了招呼，尤其是那位尚书。宝妈道：大人，今个有位姑娘可绝对合您的眼，这姑娘极善音律，模子长得也美，待会儿您瞧见了包您满意。能听老板娘这么说，那必然是有过人之处。信我的，那位姑娘我专给您留着，等这里结束以后，我直接带她去见您。苏怀来的比较晚，但他还是如期而至。他是受广宁侯之邀，从公署出来便直接到了这里。与其他朝中官员不同，他堂而皇之的走正门进来，跟进自己庭院似的。后一步进门来的就是广宁侯了。这时里面堂上的客人基本已经到齐了，场面喧哗热闹不已。两人在小厮指引下进上2楼。2楼那些关系上的达官显贵们，眼见着他一步步射击而上，都不淡定。他来干什么？他平时不是不逛青楼的吗？连设在这种地方的应酬都没见他出面过，现在居然来参加姑娘竞买的宴会，真是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这下还怎么好好看姑娘？本来大家伙都想装作没看见、不认识的，可苏怀和广宁侯上楼来以后，存心不想让大家好过似的，吩咐建征道：去与诸位同僚打个招呼。建征直接就去了，挨个跟各个雅座的人打招呼。达官显贵们还得陪着笑应付道：难得相爷有这闲情雅致，希望相爷今晚能尽兴。后来的过程里，达官显贵们都浑身不得劲儿，遇到不错的姑娘也不敢贸然开价，大家得装作都只是来凑凑热闹的样子，他们不好色，纯属只是欣赏。于是乎下边台上每出现一位姑娘，台下观众见楼上没动静，都疯狂地争相竞价。路遥站在屏风后面，看了一眼2楼苏怀所在的那个方向，也不知那广宁侯是脑子被门挤了，还是被夹了，居然真带着他来，是觉得他能在这里认领回自己的未婚妻吗？真要是这样，那上回他搜箱子时也不会眼下看不见。可今日不管是台上竞价的姑娘，还是其他招待客人的姑娘们，都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换来他亲眼一顾。眼下却叹息道：算了吧，相爷不喜欢女人，这是全京城都知道的事情。若是能与那样的人春风一夜，不要他给钱，我给他钱都行。来了来了，他来了，相爷终于肯开价了。好激动，好激动！终于有人能把他收归群下。若是能与那样的人春风一夜，不要他给钱，我给他钱都行。你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哪里危险了？男人才貌无双又位高权重，我们女子肯定都喜欢吗？可他感人无数，草菅人命。男人到了床上，那都是风花雪月的事，哪还关其他什么事呢？啧，还是女人色起来更可怕些，都不要命啊！这时宝妈匆匆来到路遥跟前，心里暗搓搓的高兴，但面上为难道：公子恐怕您得出面了，相爷和广宁侯刚刚问起您呢。这相爷和尚书孰高孰低，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要是能搭上相爷，还有尚书什么事呢？而且关键是现在相爷都已经开口问了，还不努力一下吗？只是宝妈不知道的是，路遥前脚才从那监宁府上脱身。你就说我不参加活动不行吗？上回广宁侯来过，您又是他妹妹送过来的，这事儿可瞒不了他，相爷那边不好忽悠。我怎会不知道那监宁不好忽悠？他既然亲自来了，又问起了，今晚肯定是要让他满意，他才会罢休的。要是得罪了监宁，他可能会让这招募馆都开不下去。最后路遥还是上台走个过场，临时挂了面纱，就出现在众人视野里。他敛了功底，刚随手拨了2道弦，听起来平平无奇，就忽听2楼传来一道嗓音：我出2钱银子。我就知道苏怀对于清乐郡主那点伎俩了如指掌，甚至于自己被卖了多少钱他都清楚。贵人且等等，姑娘都还没开始谈呢。大家到这里来主要是听弹琴的吗？在场的人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个个心如明镜，只不过心里这么想，面子上还是要做做样子的，不像苏怀这么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而他一叫价，2楼就没有一个敢加价的，一时间整个招募馆鸦雀无声。而后台的姑娘们却兴奋极了：来了来了，他来了，相爷终于肯开价了。好激动，好激动！终于有人能把他收归群下。2钱银子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吗？台下的观众们则唏嘘同情，才2钱银子，这姑娘简直便宜的可怜。可同情归同情，他们也不敢跟上面抢人啊。这时台下有位勇士开口道：
我出3钱，别的姑娘都是几10两的往上加，就这个1钱1钱往上加，我看这姑娘也不差啊。虽然戴着面纱看不清整脸，可那双眼睛极是漂亮，既然都不要，自己说不定还能捡个漏呢。你疯了吧？你知道那上头的人是谁吗？但凡坐在上面的可都是权贵，你敢跟他们抢女人，是嫌命长了。这么严重吗？我刚从外地来的，不清楚。5钱银子，不能再多了。此话一出，真是伤害性不大，羞辱性极强。要是别的脸皮薄的姑娘，铁定当场就要挖坑把自己埋进去。但路遥本就不是一般的姑娘，她看向苏怀，苏怀也在看着她，她不由得自我反思，是不是上回自己对她翻了白眼，又惹到她了吗？可真是个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这价格会不会太低了？不低，比他进这里来时的身价都涨了1倍不止。我还能说什么呢？苏怀太随心所欲，就是不知道人家姑娘怎么想。别的姑娘都至少有个几10两银子的底价，就这位，因着苏怀先给了价，招募管理不好得罪，所以底价就那样了。最终没人敢提价，路遥被苏怀以5钱银子的价格给定下了。公子是要带相爷去锦瑟院过夜吗？过夜？去他的过夜，楼上找个房间打发打发就是了。还有房里熏浓香，越浓越好。是要引相爷动情的那种吗？是要熏洗他的那种。我立马去准备。相爷要的姑娘已经在房里候着了哩。不是该把她赎回来带走吗？要1000两黄金，我没有，你有吗？你去赎与我去赎怎会一样？他是不相信我，可你是他未婚夫，他肯定相信你。他跟你说过他信我？广宁侯一时竟答不上来。苏怀走后，留下剑征和广宁侯2个面面相觑。你主子真的喜欢那姑娘吗？那为何不愿给她赎身？不知道，以前也没见主子买下过谁。 5钱银子也叫买下？反正没人敢抢，为什么不花最少的银子？我还能说什么？只能说这主仆2人都是务实派的。苏怀进到房里，便闻到了整屋都是香风，浓烈的有些呛人。路遥就坐着一旁，手里抱着古琴。他摘了面纱，没有浓妆艳抹，只有一张过分干净的脸，没事没眼是眼，干净的丝毫不输于这风尘场所。而路遥看见他就憋着一股气。我虽然便宜，但这里的茶水和房钱另算，可比我贵。太贵了，我不要。也不非常贵，只是区区几10百把两银子，你堂堂相爷应该还是拿得出来的吧？我觉得非常贵。你要是舍不得，要不就算了吧，早点回家去。那5钱银子我退你行不行？我确实舍不得，倒不如我今日接你回家去过夜，明日再把你送回来，如此房钱和茶水钱也免了。你觉得怎么样？果然，这种精心算计的奸人，你想让他吃点亏，比要他命还难。这样吧，你是新客，可以打个折，不用180两，20、30两也行。苏怀点点头，表示勉强接受。虽然有些不值当，但你我各退一步也好。房钱和茶水钱。随后，苏怀拿着刚斟的那杯茶，朝香案边走去，而后一杯茶往香炉里浇去。你教他做甚？我不喜欢。这奸佞就是故意让自己怎么难受怎么来吧。没了熏香压一压他身上的气味，还要跟他共处一室，这不是胡闹吗？此前你发现了我，却当没发现。如今我在这里好好谋生干事业，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人都来了，钱也付了，干什么你不知道吗？我算是发现了，像他这种不要脸的真是少之又少见。你想听什么曲子？我先弹给你听。随意。路遥便拨动琴弦，琴音款款流出，说他弹得不好吧，琴音又自成曲调，还挺流畅。可说他弹得好吧，听起来实在不怎么悦耳。事实上，这音调曲子要是让一个寻常人来听，肯定会刺耳炸脑，不一定受得了。但苏怀就不同了，我可见过他嘎人，他功夫底子深，能受得住。他顶多听起来有些不那么顺心。路遥平缓普通的音律中，又暗含诡谲的调子，始于平凡，神不知鬼不觉的牵动听神。你会弹琴？进了这里以后，临时学了一曲，只听了一会，苏怀就眉头紧蹙。我不想听了，难得自己耐着性子听了这一会儿，结果没让自己失望，是越听越难听。这狗男人还真是不客气，一会儿要我捶肩，一会儿又要捏腿。要是照我以前的做派，定给他肩膀捶碎，腿子捏断。奈何自己当下这点程度，根本干不过他，眼下只能忍下这口气。屋子里的熏香是熄灭了，但这香囊还散发着浓郁的香气，熏得我实在难受。我不喜欢，真想一拳捶爆他狗头。时间也不早了，去打水来给我洗漱。这里的水都有骨脂粉味，你肯定不喜欢，还是回去洗吧。回去洗？
你让我今晚不洗便睡吗？你今晚还要在这里睡？我不是来哒哒的吗？不在这里睡，在哪里睡？这狗男人是认真的吗？以我这段时间对他的了解，他府上一个姬妾都没有，更是没见他对哪个女人有过兴趣。他应该是如传闻中所说不近女色的。这样的狗男人跑到招募馆里来哒哒，开玩笑吧？对，他肯定只是想找自己不痛快，并不是真的要跟自己过夜。但是当他把路遥压在桌子上时，陆遥都有些懵了。他看着他凄静的脸，那股子气息钻进嗅觉里。你这奸臣贼子，不会是真想哒哒吧？他唇上干干净净，连唇脂都没擦，但却是粉粉嫩嫩的，像3月桃花儿似的。我给钱了，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陆遥心下一凛，当即想抽身而起，但他抱着他的腰肢，他动不了分毫。苏怀看着他青丝堆在桌子上，露出修长白净的脖子，他没客气，斧头便以唇触之，那温热的触感贴上陆遥的脖子，他瞬时全身汗毛立起，暗暗抽了口气，真是要命啊！呼吸里全是他的气息。好似你很不喜欢我身上的味道。陆遥没回答，只想快点逃离这变态怀里，不料挣脱不成，反而被他压得更紧。两人现在的姿势要有多暧昧就有多暧昧，紧要时刻。在门外听到里面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还以为出事了，结果一看，这哪是出事啊？分明是玩得太激烈了，啧，这年轻人真会玩。原本还担心公子应付不来这上京里顶级的权贵，可没想到这才没多久，两人居然合上对方胃口了。怎么要继续围观？你来的正，扰了您们的兴，实在是对不住，这就走。看样子主子是自愿的，否则没人能跟主子这般亲近。既然主子都这样了，我要是还留在这坏事，回去后估计府里的马粪都不够我挑。喂呀，这疯子是属狗的吗？那就看看谁更狗。陆遥也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他鼻尖蹭在他衣襟上，他身上那股子腥烈的气味直往他鼻子里钻。此刻陆遥哪还顾得上什么？他让他不痛快，那他也别想好。而苏怀不知痛似的，转而舌尖往他咬过的地方轻轻一扫，竟是舔舐亲吻了起来。他亲吻中似带着2分吮咬的力道，湿热感让他头皮发麻。陆遥被他身上的味道给刺激的眼神迷离。苏怀看他的眼神似浅似深，像是含着情深意重，又像是满腹薄情寡性。可他动作一点没含糊，他另一只手探进了陆遥的衣底，抚弄上他纤细柔韧的腰肢。这手感比那晚摸他肚肚时还要不错。这畜生来真的，我算是明白了，这畜生不是不近女色，他是纯粹没有下限。只要他高兴，他就跟你搂搂抱抱；只要他想，他就跟你过夜睡觉。苏怀想直接在桌上来势，陆遥气得乱咬他。我要在床上。想在床上？那嗓音异于平时，让陆遥听出了一丝沙哑的意味，钻进人耳朵里，能勾环一样。陆遥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苏怀电到榻上。苏怀看了看他绯红的眼角和如诗的鬓发，他有一双漂亮的桃花眼，他不得不承认，眼下是飞燕绝伦，盛满世间风华。原来你这么兴奋。苍天有眼，我只是单纯闻不得他身上这股子气味，独活夹杂着其他血瘾，药气异常心烈，是自己唯独敏感的东西，还偏偏给撞上了。陆遥还是忍不住又送给他一对白眼，虽然晓得他记仇，可他真的很想表达自己的不满。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这般状态下再对苏怀翻白眼，看起来简直像是风情缱绻的媚眼。但苏怀还是接收到他眼神里的含义，然后陆遥就发现，好像他更加兴奋了一些。他又亲又咬他脖子，咬他锁骨，看见他衣衫下的肚兜儿时，这样式的我还没见过。还有他身上的味道与先前的熏香和他佩戴的香囊不同，淡淡悠悠的，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陆遥这会儿是全然发作了，微微喘息着，粉嫩的唇色变得朱红，眼里漫起了一层霞潮。他这样子压根没法跟苏怀斗，被他压制的喜喜的。苏怀见他模样，尝试性的斧头亲了亲他的唇，陆遥反嘴就咬了他一口。他笑了笑，似乎非常满意，接着便堵上他的臀，风卷云弹的一般吻去。看这架势，自己要是不想个对策，今晚怕是得交代在这了。自己也不是个思想过于保守的人，且就事论事，就他这副皮相，搭他并不亏。但关键是我现在不太乐意，想办法。对了，我记得变态喜欢欲擒故纵，好像是了。从开始到现在，自己越抗拒，他就越来劲。喜欢欲擒故纵是吧？那我偏不如你意，就算恶心不到他，也不能只让他霍霍自己。果然，陆遥反过来后，苏怀微微顿了顿。陆遥憋屈了这么久，心里突然就爽了。他吻得更加主动热烈，又是下巴又是脖子耳朵，他也学着他那样，在他脖子上舔底轻咬。不过他刚准2下，苏怀就将他放开了，颇有些意兴阑珊的样子。怎么不继续了？你再来啊！你怎么不挣扎了？千娇百媚的你不喜欢，偏偏喜欢看你不爽的。什么喜欢欲擒故纵？说白了，不过就是贱骨头。听其他姑娘说，能与你春风一度，就是出钱给你也愿意。我突然也这么觉得，要不我那5钱银子就不要了，我倒给你5钱怎么样？怎么样啊？是要与我继续，还是回家洗洗啊？你想哪样？
看他的眼神，一时竟捉摸不定，自己不能贸然回答，毕竟不确定他到底想哪样。你是想我继续，还是想我回家？他说完拢了拢衣裳，下了床。就在陆瑶暗喜他应该是要走的时候，他偏不如他的意，又躺了下来。两人就像木头一样杵在那，谁也没有再动。许久后，陆瑶那股力不从心之感还在持续发作。半晌，他道：你真不回？这房里都是脂粉味，你肯定不喜欢。还有这床上不干净，良心提醒，你不适合睡在这里。我付了房钱。难道你是想让我退房钱你才肯走？我不仅要睡在这里，我还要睡到天亮。最后苏怀居然真的没走，但他也没兴趣再乱来，两人就是盖着被子纯躺着。期间陆瑶实在无法与他相处，背对着他，他看见他汗透了衣背，依稀露出十分曼妙的身姿轮廓。苏怀看了一会儿，道：与我在一起，让你很难受吗？睡你的吧。看你这么难受，我倒是有些睡意了。敌不动，我不动，他不作妖了，以免再出乱子。陆瑶也只能硬生生挨到天亮，而且他现在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外面的天色蒙蒙亮之际，苏怀起身了，他看了看背对着他的陆瑶，他整个背影似从水里捞起来的一般湿透了。苏怀温声徐徐道：跟你同床共枕，比平时睡得踏实。早知如此，那日该跟你拜堂的。陆瑶一夜未眠，听到他说的话，早知如此，那日该跟你拜堂的。我信你个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那不好意思，过时不候啊。只能下次得空再来。下次我可就跪了。相爷这么早就起身了啊？我正想着要不要送些早点进房间给相爷和姑娘用呢。给他用吧。在苏怀开门时，宝妈就眼尖的看见了他脖子上的吻痕。啧，可想而知昨晚有多销魂热烈。这在高高在上的男人啊，一进了温柔乡，还不是得酥掉一层骨头？公子起了吗？还好吗？昨晚真要是干柴烈火，熊熊燃烧，肯定折腾得够呛。可他一看陆瑶，他身上衣衫湿透，脑后的发丝全是汗意。宝妈一眼就知不对劲，连忙道：公子怎么样？要不要紧？给我备桶冷水。快去备桶冷水来。是。不多时，陆瑶泡在凉水里，煎熬了一晚上，终于才感觉自己慢慢的活过来。陆瑶宽衣时，宝妈在身后见着了他的背影。饶是宝妈见过了无数姑娘的身子骨，却被眼前这一幕给美到。公子肌肤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贪欢后的痕迹，唯有他脖子处的淤红，既像是被咬出来的，又像是被吻出来的，十分明显。恐怕昨晚压根没发生那些事，但公子一身汗状态不对，肯定有别的事。公子，昨个到底发生什么了？怎么弄成这般样子？难不成我撞见的并不是公子与相爷你情我愿？我话都没说完，你倒是走得快。对不住公子，对不住，我当时真以为公子与相爷真是对眼了，不想坏了好事，所以才相爷欺负为难公子了。他让我很难受，是我疏忽，还请公子责罚。就算你没疏忽，只要你没他那么厚颜无耻，你就不是他的对手。况且他让我难受，他应该也不会好受。从昨晚到今晨有4个时辰了吗？有了，那应该快了。苏怀出了招募馆后，剑征不知从哪个地方冒了出来，一丝不苟地跟在他身后。主子身上都是一股子柔丽的香粉味，这在以前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苏怀刚回到府上，突然停下，皱了下眉，突然喷了一口千年老痰。属下这就去请莫大夫。等剑征带着莫大夫匆忙到后院时，苏怀已经更衣洗漱好了。你静脉怎的紊乱的如此厉害？你干什么了？出去搭了。你刚说你出去干什么了？要我说第2遍吗？真出去搭了？搭的男人还是女人？女人。你也别怪我多嘴问，主要是此前没有过这种事，压根不知道你喜好是男是女。现在看来喜好是正常的，不过跟女人过也不应该会使你气脉乱成这样。你身上这毛病除了会要你命，并不会影响到你的私生活才对，除非是你太兴奋。说着拿出一只瓷瓶递给苏怀，苏怀将瓷瓶里的东西倒进了杯盏里，里面是猩红的粘稠浆体，散发着腥冽的气味。苏怀兑了水便饮下去。你现在这情况，要是再找不到医生一脉的人治你这身上的毛病，你再能撑个1年半载都是多的。苏怀俨然没事一般，随后让剑征备马车进宫。主子身体不适，要不今日这早朝就……你是觉得我今天会洗吗？属下不敢。没事儿，你看他这祸害众生的面相就知道，他今天洗不了。等苏怀到朝堂的时候，文武百官们基本都在了，而这时整个朝堂的人都知道苏相昨晚去搭了，这能瞒得住吗？就算昨晚几个同僚不乱说，可他脖子上还留有明晃晃的证据呢，那可不就是姑娘留下的吻痕？这事儿传到了皇帝耳朵里。下朝以后，皇帝就问苏怀道：听说昨夜丞相在招募馆宿夜去了？臣这私事不知圣上费心。
真是难得听到一桩丞相的风流事，朕就好奇，那招募馆的姑娘果真销魂，竟能打动爱卿。臣也只是一时兴起，偶然去了那里，随便找了个姑娘。哦，随便找了个姑娘，是个什么样的姑娘？若不是容貌惊人，那就是手段了得。要是他不准，那姑娘能在他脖子上留下痕迹，所以说手段了得嘛。是个不怎样的姑娘。他低着眼帘，掩了眸里神色，看起来当真兴致寥寥的样子。很一般，熄了灯都差不多，只是不慎给他咬了一口。本来朕还想瞧瞧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呢，结果你这么一说，可不就跟朕的后宫差不多？那些嫔妃什么模样，朕通常都想不起来。你们动了相爷的人，回头他要是追究起来，招募馆可不替你们兜着。圣上说笑了，一个青楼女子，岂能与后宫娘娘们相提并论？皇帝便对这事儿没再追问。随后太监进来传话，禀道：皇上，张太医来给皇上诊疗了。朕这10年之仗，太医院的太医治了2年，也不见什么效果。一群东西不知道干什么吃的，叫他进来。苏怀便适时的退了下去。苏怀出宫后，径直去了公署。他坐在公署的书桌前，不由抬手摸了摸自己颈府，眼神捉摸不定。鉴真站在一旁，不敢多看，只眼观鼻，鼻关心，道：属下有药，主子要不要消一消痕？毕竟光天化日之下，顶着这样暧昧的痕迹在外走动，也不太好的样子。虽然主子没什么好名声，但怎么还是得要点脸吧？是因为兴奋吗？主子这是在问今早那状况，连莫大夫都没看出原因来，只能归结为是太兴奋。不过自己确实从没见过主子有那么兴奋过。主子还是身体要紧。昨晚除了他那模样，也没发现其他异常，他应该没时间动什么手脚。片刻，苏怀朝他伸手，鉴真连忙将净白瓷瓶的递给他。苏怀打开闻了闻，然后蘸了些许出来匀在指腹。他一边往自己脖子上敷了敷药，一边把瓷瓶递回给鉴真。医圣的嫡传弟子有消息了吗？属下查到他在荣德镇出现过，正顺着线索往下找。下午时，没想到鉴真给的药挺好用，脖子上的痕迹已经淡到几乎看不出了。而路遥也没好到哪里去，昨晚熬了一晚上，他在景色院里缓了一上午，才慢慢恢复些许精力。而他脖子上也明晃晃的是苏怀留下的咬痕和吻痕。招募馆的姑娘们瞧见了，兴奋的要洗。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但能留宿相爷把相爷收录到招募馆的恩客名册中，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件事。公子，相爷功夫怎么样？看来昨个晚上定是激烈的很。原来相爷是喜欢女人的，能让他破戒，真是想想都刺激。那样的男人，长得俊美，身份尊贵，在床上又十分威风的话，可真是太完美了。全是这狗男人的杰作，就自己这副样子，要是跟他们解释我跟苏怀没发生什么，是个鬼都不信。虽然最后没成事，但自己却被他摸了个遍。狗男人是一点亏都不肯吃，便宜却没少占。不过昨晚苏怀听了自己的琴，他若是平心静气，过个1-2日紊乱的气脉归正，倒也相安无事。可他昨晚气血运行的过快，今天就有得他好受的。他要是就此走火入魔，一命呜呼，那就太好了。白天的时候，苏怀面上跟没事人似的，可他内里一直乱着，火烧火燎。直到夜里回到家，他方才静坐下来调息，几度压下喉头翻滚起来的心田。等他调息完，周身衣衫也浸着一股如湿的汗意。后来陆遥在招募馆里安稳度日，苏怀没再来找他。苏怀今天洗了吗？怎么会呢？相爷要是醒了，那京城里可就起风雨了。唉，公子是不是想念相爷了？要不要差人去相府给捎个话啊？还是不要了，我怕他忙不过来，太累意外促喜。相爷位高权重，肯定是真忙，真是让人心疼。公子和相爷感情真好，真让人羡慕。他那张脸已经受欢迎到让人无原则追捧了吗？还有，他们是怎么理解出我和苏怀感情好的？话说清乐郡主被关在家里禁足，但还是有人给他传消息。他得知苏怀进去招募馆宿夜一事，气得火冒三丈。义兄平日洁身自好，哪有过这种事？而且他从招募馆出来时，脖子上还带着吻痕，一定跟那个哒哒脱不了干系。没想到人都被卖进招募馆了，他居然还耐够把义兄给勾引了去给我找人，专找那些又丑又恶心的男人。于是好些日子，招募馆里就接二连三的来一些歪瓜裂枣，不缺钱，指明要找路遥伺候，可他们连路遥的面都没见到，宝妈依然是笑脸迎人。真是不凑巧，那位姑娘怕是不能接待你们了。这楼里的姑娘不都是给人挑着搭的吗？有什么能不能？话虽这么说，但那可是相爷专属的姑娘，几位客人确定要找她。你们动了相爷的人，回头他要是追究起来，招募馆可不替你们兜着。
相爷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真要是动了他的女人，恐怕怎么洗的都不知道。有人给钱让我们来的，我们也没想到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不过虽说是指定了让我们来搭水，可又没人瞧着，我们还是保命要紧。他们说完就去找其他的乐子，乐完了回去复命，就统一口径说完的就是雇主要求的那个搭档。为了让雇主满意，歪瓜裂枣还编了一套说辞。那个搭档哭着求着我们饶了他，但还是让我们搭档的连爬都爬不起来。进了招募馆，不过就是个癫女，义兄去宿了一次夜又如何？真要是喜欢那癫女，早该把她带回府里了。结果还不是只去了一次就忘了，外面那些肮脏龌龊的男人一找一大堆，谁都能把她搭。等后面义兄想起她来，她早就已经是烂得不能再烂了。到时候义兄多看她一眼，都嫌脏了眼。路遥偶尔会到前面来走走，看见几个歪瓜裂枣进了招募馆大门，也不像第一次来时那样指名点姓，直接就寻欢作乐去了。这哥几个能遇到清乐郡主这样的雇主，估计睡着了都要笑醒，毕竟上哪儿再去找这么人傻钱多的主儿。公子，这脸都要皱成苦瓜了。哎呀，公子就别取笑我了，我家姑娘这几天遇到个难缠的客人，可不愁喜了，连着几日她都来霸着姑娘，姑娘的熟客都问起过2次了，姑娘都腾不开身，宝妈让姑娘赶紧打发了她哩，可她就是块粘人的狗皮膏药。阿汝是花魁，他的熟客名单在这京里非富即贵，轻易得罪不起。那将难缠的客人叫人请走不就是了？也不能直接请走，那可是位金主儿，约莫外地来的，出手阔绰的很。几日前他第一次来，一见到我家姑娘就要姑娘相陪，还以为是个色欲熏心的家伙，可他叫了姑娘相陪后又没任何事，就是处处对姑娘以礼相待，只让姑娘给他弹琴、唱歌、讲故事，倒是个奇人。公子肯定想不到他让我家姑娘唱些什么歌。什么歌？唱他家乡的乡谣。起初我家姑娘不会，还是他一句句教的哩。我家姑娘给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依偎在姑娘怀里，可姑娘就是再多的故事也禁不住他天天来呀。这几天白天姑娘空闲时间不是用来练武练琴，光用来看故事书了。公子肯定不知道他把姑娘当谁了，难不成当他娘了？公子怎么知道？他后来说第一眼见到我家姑娘长得像他的娘，那位客人最喜欢吃米糕了，说是他娘以前经常给他做，我得赶紧去拿。公子，我先去了。随后路遥来到阿汝房间时，就听见里面传来了哭声，只不过不是阿汝的哭声，而像是那位客人的哭声。铃铛拿了点心回来，路遥就同他一起进去瞧了瞧，结果一进屋就看见一位衣着讲究的男子，此刻正埋在阿汝的膝头上，是泣不成声。阿汝端坐着，是一动不动。还从没哪个男人在自己这里哭得这么伤心欲绝的。以往应付各种人多了去了，但那都是欢场里的应酬，可像这种流露真情实感的确实少见。有人来了，你还是不要太伤心了。你是谁？他这中年模样，五官周正，就是人格有点缺失，不过这太正常了，有钱有权的能有几个不缺失的？这位还只是缺了点母爱，不像有些人完全是缺个重新投胎的机会。阿如有些累了，客人让他休息一下吧。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是这样吧？客人思母心切，着实令人动容。客人要是整晚缠着自己的母亲唱歌讲故事，觉得母亲累不累？是我疏忽了，应该让你休息一下的。让自己应付这种寄托情感的人，比应付那些慕他才貌而来的人吃力多了。路遥几步走到阿鲁的琴架前，随手拨了几声弦，弦声低绵柔和极了，让男子一听，整个脑子浑然松弛下来。路遥抬手请男子落座。路遥站在琴边，只单手挑弦，他那随和的神态里又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游刃有余的自律。阿鲁在一旁听得正然。这首曲子听起来是如此沁人心脾，自己的琴弹了好多年，也练了好多年，人人都说我琴艺了得，可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琴从没发出过这么悦耳动听的声音。那男子显然完全沉浸其中了。待路遥一词曲弹完，他便睡着了。而铃铛不太懂琴，他也没有融入进男子的思母心切里，所以他最先回过神来，他指着男子讷讷地问：公子，这人他睡着了，黄粱一梦至天明，今晚你家姑娘可以安生了。随之铃铛赶紧去抱起琴，轻手轻脚地出房间去。阿汝同路遥一起出来，目露崇敬。能听到公子的琴，阿汝三生有幸。别三生有幸，我的琴多半是弹给有病的人听的，
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结果往往把自己也搭进去。公子的意思是，方才我若对那位客人的心情感同身受，此刻我应该也陷入进去了吗？你不是还有熟客要招待吗？去忙吧。说罢，他便抬脚离去了。公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行元师尊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才能有这般造诣？姑娘走吧。那位客人当真一夜睡到天明，他睁开眼醒来，才知自己竟是做了一场大梦。虽然梦里梦外两世界，可却全了他的心愿。我梦见了我娘，该说的话想做的事都与她说了做了，今早起来才觉这么轻松，比这几日日对着阿汝倾诉更让自己轻松。能让我再见见昨日那位姑娘吗？她不是咱们楼里的姑娘，她是贵客，原是不能接待客人的，还请客人见谅。男子听后也不勉强，当即心满意足离去。公子，昨天那位客人又来了，而且还带了一群好友来，他的好友们也都是性情中人，一来便出手阔绰，却都不是来搭的，都想来见一见能让人好梦一场的姑娘。今晚加上那位男子，总共来了4位客人，都是有钱的主儿，不好得罪，所以来请示一下姑娘。听他们口音儿，不是京城本地人，应该是外地做生意来的。他们给了你多少？可想而知，能让宝妈亲自来请自己，肯定出手大方。今个他们光入场便打赏了1000两银子里，便是京里的大多数权贵都没这么豪气的。他们就是想见见您，要是您不去，看那架势他们也不肯走了。之前那男子一个人来时就以财大气粗，这回带着几个财阀组团一起来，能寒碜吗？在这白吃白喝了些日子，交点生活费也无伤大雅。我稍后过去看看。有公子出面，那几位爷可有福喽。我这就让人准备去。我陪公子一起去吧，要是一些场面上的，由我来应酬。你今晚不忙吗？推掉了。那走吧。路遥一进去，几位客人连忙起身见礼，都是年纪不大的英年男子，大约30几岁的模样。没等路遥开口问，前日的男子就向路遥介绍他的这几位朋友之所以来找他。这位是思念亡妻，这一位是自幼与父母失散的孤儿，都想来此寻一丝慰藉。那他呢？他是正常的，纯属是陪同我们一起来。我想来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还是贺兄被骗了。你1000两银子都已经给了，还在乎被骗不骗的？结果第二天，4位客人一觉醒来，心满意足的离去。这钱一旦开了头，还真就没完没了了。那4位是生意人，在外人脉广，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于是乎慕名而来的人很多，而陆咬凭心情接待1、2位，遇到的诉求也千奇百怪。比如这位客人衣着体面，对陆咬倾诉道：实不相瞒，此前我从没逛过招募馆，我家中有5房小妾，但我从来没碰过他们。你以为我清高吗？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行。我吃过很多药，吃过很多法子都不行，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知道那是个什么滋味。陆咬让他在房里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他神情荡漾，回味无穷。后来他几乎天天都来，排着队也要等陆咬接待。渐渐的，来招募馆找陆咬的人，竟比其他姑娘那里的客人都还多。能以琴音引人入梦者，放眼天下能有几人？在音律上最是出神入化，非行渊是也。这女子莫非跟行渊有关系？爱卿最近还去那招募馆吗？未曾再去过。哦，那里的姑娘就不令爱卿回味。你想不起她音容样貌？可朕近来却听闻招募馆里来了位奇女子，去找她相看的人都在楼外排起长队了。许是位倾国倾城的美人？非也，是她弹得一手好琴，她的琴声能让人快活入梦，这可不就是朕当下最想要的吗？朕已经好几年都没能睡到一个好觉了。朕又听说他有可能是行渊之后，这行渊还是在前朝出现过的人物。那时就听说他的音律出神入化，十分了得。招募馆的奇女子真要是他的后人，那朕还真想去见识见识。这样，苏青，你陪朕去见识见识，看看他是不是真有这本事。行渊早已销声匿迹数十年，空留给世人一个名声。据臣所知，他是没有后人的，只有衣冠门嫡传弟子，而他弟子人称银珠公子，并非是个女子。爱卿怀疑是假的，现在冒出个女子说是行渊之后，不足为信。那等地方鱼龙混杂，圣上前去未免太过冒险。皇帝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理。这消息未知真假，也不知究竟是何人传出。如果居心叵测，那他就去不得了。但皇帝也不想放过这么个机会。这样，苏青，你先去替朕看一看真假。
如真那奇女子真是名不虚传，便带她进宫来给朕看看。公子，您猜谁来了？这整个招募馆没有哪个姑娘能有她那么厉害的，是吗？那可不。公子，您猜谁来了？看你这副表情就知道来的不是什么好鸟。是相爷来了。虽说上回公子与相爷可能有些曲折，但两人之间的暧昧是假不了，而且又是得罪不起的贵客，当然得第一时间来通传。要不是宝妈提起，我都快把这狗男人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来干什么？相爷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愧是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公子可要把他带到这里来？不要。那就还带他去上次和您的房间吗？他嫌房钱和茶水钱贵，还是带他去平时待客的房间吧。就是这些天日日有人睡的那间房。这恐怕不妥吧？这些日来求姑娘的什么人都有，都在那屋子睡过，气味杂乱的，会不会冲撞到相爷？他不也是客中之一？他要是不满意，就叫他走。宝妈也不能违背路遥的意思，反正他是不敢主动去招待苏怀进那样的房间的，就叫了个小厮领着苏怀去。那小厮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刚到了门前，房门突然从里面开了，出来一睡眼惺忪但神情满足的男子。昨晚宿在这里的客人竟还没走，这么早就来找六姑娘啊？男子见苏怀不说话，又道：就是眼睛特别漂亮，人越看越觉得美，关键是还特别厉害的那个六姑娘，你是找她吗？但凡进这间屋子的，基本都是来找她的。听这人的形容，应该就是指陆姑娘吧？这整个招募馆没有哪个姑娘能有她那么厉害的，是吗？那可不，不瞒兄台说，在别处别的姑娘使出浑身解数我都没反应，但到了她这里，一整晚我都快活的要洗。进屋细说。没等男的反应，他就被剑真给一把推进了屋子，随之苏怀一脸温淡的走进去。你打我干什么？你跟我说说看，他让你怎么快活了？我阳痿，不知道女人是个啥滋味，但在这里可以做一整晚的那种梦，什么女人都有，能不快活吗？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公子，相爷在房里揍人呢。揍谁？就是昨晚宿在楼里的一位客人。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那客人对公子赞不绝口，相爷让他进去细说，结果一进去就揍起来了。不难想，像苏怀那么小心眼的人，估计只能允许别人说自己的不好，别人要是当他面说我好的，他就不高兴，他一不高兴就把人弄个半死，不是常有的事吗？我得赶紧去前边瞧瞧去，可别弄出了人命。那玩意儿今天煞气够重的，我还是不见为妙。宝妈刚来到，便看见苏怀正从房里走出来。宝妈透过门框，看见那人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地上依稀都是血。这是怎么了？惹得相爷这般不高兴？你们六姑娘准备好要接客了吗？他要有时才开始待客，眼下还早。相爷贵人事忙，要不下次来。怎样？坚定走了吗？宝妈给打发着走了，我方才去看了，那人被相爷打得很惨，鲜血横流的，将地毯都染绿了。宝妈直接让人给抬医馆去了。你有没有问他，坚定究竟为何打他？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就是说这公子的好，相爷直接就让自己的侍从动手了。吸取教训，往后见了他就别提我，毕竟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逮人就咬。时间来到酉时，你今晚没客人吗？退掉了。你这花魁当得这么敷衍，就不怕让别人抢了你的头牌？花魁也不可能永远是花魁，总有年老色衰、新鲜劲过去的那一天，还不如在公子这里多听几道琴，还能让我多些长进呢。他又来了。你说清楚些，谁来了？还能有谁？是相爷呀！我亲眼看见他进了咱们招募馆的大门。阿汝，这里交给你了，你看着点啊。没等阿汝回答，路遥已经跑没影了。此时路遥只顾着跑路，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某个老六给看到，而这个老六的老六生怕老六没看到，提醒道：“主子，是陆姑娘。”路遥一口气跑到后院，正打算绕过后院回景色院时，突然有人叫他。公子，我想提醒来着。一看见他，上回的事还历历在目，真的让人很难愉快起来。但他不愉快，苏怀看起来就有些愉快。接客吗？我不接，相爷去找其他姑娘，想怎么接就怎么接。听你的主顾说，你能让人快活的要洗。莫不是今天挨揍的人说的？那确实该揍。
我才入这一行，还不怎么熟悉业务。不骗你，楼里其他姑娘个个人美活好，不仅让你快活的要洗，还让你欲仙欲洗。我不要欲仙欲洗，只要快活的要洗。还快什么活啊？你直接原地洗行不行？你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跟前边姑娘提。平时的苏怀简直是顺风耳，现在倒成聋子了。你打算在哪里接？你是地上爬的吗？听不懂人话。这里是厨房种地，闲人免进，相爷还是去前边的好。厨房没闲人是吗？这狗男人不会是要原地就业吧？你就是那个闲人。那到底是要去房间还是要去厨房？不愧是狗男人，只听自己想听的。陆瑶也瞅了瞅厨房那边，先前人进人出还很忙碌，这会儿突然就冷清下来了。光辨声息就知道，此刻窗底下躲着一堆闲人看热闹呢。可总不能让他在这夜，后院自己的住处更加不可能回。去房间。最后两人一前一后的往前边去，陆瑶想尽量离他远些。每次见他，身上都是带着这种香气的香囊。你是有病吧？专丢别人东西。我闻着不喜欢。你不喜欢，我闻着你也不喜欢，要不把你也扔了。你可以试试。要是以前，我必须肯定要这么干。可现在要是干得赢他，还用得着这么窝囊吗？房间里，阿如有些不安地坐在那，剑铮正一丝不苟地看守着。看见陆瑶和苏怀回来，阿如暗暗松了口气。剑铮杀气太重，阿如真怕他突然就拔剑削他。等苏怀落座后，陆瑶赶紧去点香，苏怀便看着他点香的动作。阿如亦是循着他的眼神往陆瑶那里看了一眼，很是上道。周旋道：相爷大驾光临，不知有何需求？是想听曲还是想品茶闲聊？听说六姑娘的琴能让人酣然一梦，梦里还快活的要洗。这话一出，房里便是诡异的安静。等陆瑶点完香，回过头来，发现苏怀和阿汝都在看着他。看我做什么？我又不是六姑娘，我初来乍到，只是个打杂的。他才是。你是？阿汝不敢承认，但也不能否认，只道：相爷说的都是外面谬传的，来这里的客人只不过是因为身心放松，所以才能够酣然入梦。听了你的琴，能使他们身心放松？小女不敢夸大其词，这个因人而异。那便弹来听听，看看能不能把我听睡着。若不能使我快活，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后半句脑子想想都知道，若是不能使他快活，他也别活了。阿汝平时虽然应酬了许多京中显贵，可对这相爷还真没打过交道，都晓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上午那客人不就被他揍得鲜血淋漓，奄奄一息吗？所以阿汝的手一抖，蓦地发出个杂音。苏怀似被扰到了，抬眼看他，那眼神看得他背脊一凉。相爷讲点道理，他都说了因人而异。你看我是讲道理的人吗？阿汝本来琴艺了得，可在苏怀面前发挥的有失寻常水准，想必压力很大。打杂的不去帮帮六姑娘吗？她吵得我很不舒服。相爷见谅，是小女学艺不精，本不想在他面前动手的，怕让他察觉出端倪，发现上回自己用琴声阴他，便让阿汝随便忽悠忽悠就算了，大不了也就是没传的那么神乎，让他失望而归罢了。可偏偏坚定逮着不放。陆瑶看不下去了，只好走到阿汝身边。阿汝如获大赦，连忙起身让他。陆瑶坐下，还是一只手挑弦，弦音跟着轻颤，顿时音律就又是另外一种风骨。苏怀一听就知道是换了个人，像换了把琴似的，连音色都跟着变了，调子极为舒缓，听了让人身心舒服。陆姑娘不是乡下来的女子吗？为何弹得比招募馆的花魁还要好？见证一个俗人，自是听不懂这里边的功底深浅，但他耳朵会分辨哪个听起来更舒服。确实没一会儿，他便浑身舒坦的想要昏昏欲睡。意识到这一点，见证立马打起精神来。苏怀没睁眼，但人清醒着。不是说不会弹琴吗？这里有的是姑娘会琴，我耳濡目染，跟着学呗。本也没指望让他入睡，像他这样的人，功夫越深，意识力便越强，轻易是控不了他心神的。自己若是强力控他心神，立马就会被他发现。上回听了你的琴，与这回感觉不同。看吧，只要自己一动手，就容易暴露。是吗？那可能是相爷的心境有所不同。上回相爷一心来的，肯定就听不太进去。我回去以后身体不适。那肯定是前晚你太兴奋。就是我弄的。后来苏怀没再揪着那件事，让陆瑶继续给他弹琴，弹到他睡着为止。阿汝见状，
觉得自己处在这里有些碍事，于是走出了房间。阿如走后，剑争也觉得自己处在这里更碍事，于是也出去了。路遥就这样一直反复的弹一首曲子，弹了那么多遍，坚定就是不睡。他不睡也就罢了，他还听不吐，自己弹都要弹吐了。你到底想怎样？还没有很快活。想快活是吧？得加钱，1000两银子，我保准让你很快活。苏怀看他咬牙切齿的样子，心里突然有点快活了。你不想给钱是吧？不给钱还想白捡，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我又不点别的曲子，加什么钱？你就这一首曲子给我弹到天亮。我算是明白了，他哪是找什么快活呀？他纯粹就是不想让自己快活。路遥弹得手都抽筋了，最后气得在琴弦上乱划一通。等他抬起头来看时，发现坚宁睡着了。果然就是贱，自己好好弹琴引他入睡他不睡，乱弹一气的时候他睡得还挺香。主子呢？洗了，睡洗了。真是好狗配好狗腿子。路遥回到自己景色院洗漱完躺在床上时，无比的郁闷。再有2个时辰不到就要天亮了。而苏怀消停了几天，后来又到招募馆来。他来的尚早，正好看见楼里的姑娘们在堂上练琴。彼时有姑娘怀抱琵琶在向路遥请教。苏怀一进来就看见路遥正随手往琵琶弦上拨动，他那手指灵活至极，游刃有余又非常随意，指法也令人眼花缭乱。而流泻出来的琵琶弦音却是婉转空灵，悦耳至极。相爷来了。路遥听后，紧接着就开始毫无章法的乱拨琵琶弦，发出尖锐刺耳。我在这招募馆里好好的，究竟哪里招了这混蛋玩意儿？请问哪位是六姑娘？看这人没喉结，又是个男人模样，只不过没有男人的阳刚气，怕是个阉人。阉人那多半就是宫里的太监，他跟着苏怀到招募馆里来。他如是一问，路遥没出声，一众姑娘们自也不敢出声。他旁边那位是？苏怀看着自己，却说的是阿汝。相爷，就是这蓝色衣裳的那位姑娘吗？招募馆里的姑娘都不分排行的，之所以多出一位六姑娘，正是因为路遥姓陆，先前来找他的客人们换熟口了，就称他一声六姑娘。那天晚上相爷明明弄清楚了的，为何还说自己是呢？那这位姑娘又是？就是个打杂的。方才听姑娘弹琵琶弹得极好，怎么转而就又不成调了呢？相爷大驾光临，我那点雕虫小技，心下一慌就上不了台面了。那真是可惜了，在相爷面前尚且如此，那要是到了皇上面前，不就更加糟糕了吗？不然那般好的曲乐，若是能带进宫去讨得龙颜大悦，岂不是功劳一件？阁下找六姑娘所谓何事？这就得与六姑娘本人说了。她与我是一起的，很多事旁人做不来，都得她做才行。一个打杂的可有可无，无需理会。那就请六姑娘单独跟咱来一趟。那怎么成？这宫里来太监，于自己而言可是进皇宫的好机会，怎能被这奸佞搅和？奸佞就是单纯见不得自己好，我反其道就对了。六姑娘离不得我，她离了我，连琴都没人仔细打理。哎呦，那这可不行。离不得你，你当她是喜的？不，我还不想想。他们一个是我的丫鬟，一个是我的帮手。阁下若是有事需要小女效劳的话，没有丫鬟尚可，但没有帮手就不太行了。既然少不了，那就一起进来吧。原来此前苏怀来找自己听催眠曲是带着任务来的，不是他要听，是皇帝要听。皇帝都已经失眠好几年了，极少时候能睡一个安稳觉。听说了招募馆里可让人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才叫苏怀来打听。招募馆人迹混杂，皇上肯定是不适合在这里宿夜。那是自然，六姑娘真有那技艺的话，得跟咱往宫里走一趟了。如能解圣上之忧，赏赐是少不了的。能为圣上解忧，我们责无旁贷。那这事就这么定了，一切交由相爷安排。改明儿就接六姑娘进宫吧。啧，回头准备一下，随我进宫去吧。你怕吗？啧，你说阿汝是六姑娘，是不想我在皇上面前立功，阻止我飞黄腾达，成为皇上跟前的红人。难怪别人都说你是奸臣佞相。公子离，你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那可是有着活阎王称号的相爷啊。相爷必是不想六姑娘冒险，毕竟伴君如伴虎呢。宫里暗潮汹涌，可比这里的三教九流难应付得多。皇上有3宫6院，相爷不想陆姑娘去，自有相爷的考虑。我这应该提醒的很明显了吧？如果陆姑娘去了被皇上瞧中了怎么办呢？
咱家相爷肯定是要避免这一点的。听起来有情有义的，狗腿子，你扪心自问，你家主子是这种人吗？这些我跟你说的，属下猜的。那你再猜猜，你这张嘴以后是只想说话，还是只想吃饭？属下猜他还是只想吃饭。主子呀，我这也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呀，你这样啥时候能找到媳妇？让你飞黄腾达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让阿汝一个人进宫去，他要是搞不定皇帝的失眠之症，好叫他有去无回吗？他是花魁，就算不能让皇上睡个好觉，也能用其他办法让皇上睡个好觉。有去有回还是无回，全看他个人本事。而你你比得上花魁吗？我麻烦你做个人吧。那是很麻烦。但凡跟这奸佞打交道的，多半很短命是肯定的，有一半会被他搞死，还有一半估计是被他气死的。跟这奸佞一间房，呼吸的空气都是塞心的，自己还想多受呢。随后陆遥带着阿汝就要出房去，结果剑争闪身挡在了他俩前面。主子让你们走了吗？他跟你说不让我们走了，你这狗腿子还是得多听听狗脑子的声音，少做多余的事。他竟敢骂主子是狗脑子，空气真清晰。方才竟看到相爷笑了。你醒醒，你是花魁，什么男人没见过，会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时常听楼里的姑娘们提起相爷便心情激动，这下是能够理解了。他那副表象最能迷惑人，前一刻他对你笑得深情，下一刻他就能将你扒皮抽筋，信不信？信，能让整个上京闻风丧胆的人自是不好相与的。公子，您说他那样的人会对女子动心吗？若是将来有一日他对谁动心了，又是个什么样的？那他肯定会在自己动心之前，先将那姑娘搞死，免得留下个祸患。听公子这么说，相爷要是爱上谁，就是谁的大不幸了。难不成还是谁的幸？那不等于是昭告天下说，我是苏怀他爱人，你们虽然杀不了他，但可以来杀死我。这人儿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多看几眼能洗洗眼睛，心旷神怡。回头准备一下，随我进宫去吧，你怕吗？能进皇宫见识一番，我这青楼女子也算是做到顶了，这还托了公子的福。随后阿汝去忙了，陆遥自己在后院里晃悠。本以为想进宫还得再想想办法呢，这下好，得来全不费功夫，只要进了皇宫，自己就有机会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晚上，陆遥在房里捣鼓些药材，差了几味，就自个出了景色院，往库房去取。招募馆里一些常备的药材是有的，毕竟楼里这么多的姑娘，时有用着。可等他出去溜了一圈回来，就看见院子门里边杵着面无表情的剑真，宝妈正站在院中，有些局促的样子。自己走的时候有随手关门的习惯，可眼下房门却是半开着，里面进了什么贼子，可想而知。什么人都往这里带吗？姑娘恕罪，我也说了今晚您不待客，可那位他不听啊。他说前边房间他待腻了，他还说咱们这行要好好查查，若是发现有强买抢卖违背意愿的事情发生，得停业整顿。这可怎么得罪得起？要是不如他意，就是没有强买抢卖，他也能给你整出来，到时候咱们生意都做不下去了。好个以权谋私的奸臣贼子！您小声些，当心那位主儿听见了。我没聋。你们聊，有什么需要就让这位侍从小哥来传话。溜了。这些是干什么的？香料，相爷还是别动的好，免得一会儿一句不喜欢又给我扔了。你会调香？招募馆里这么多姑娘，整天要用多少种香？我跟着学呗。苏怀低头见他腰间又配有香囊，随手就给他扯了下来。你可以弄点我喜欢的香。当然得挑相爷喜欢的，要不然相爷见一次就扔我一次香囊，再多的也不够你扔。可这些我都不喜欢。这些香气确实太浓郁了，可要不是浓郁的香，根本压不住他身上的气味。陆遥看他的眼神，嫌弃的就像看条死鱼，而他全身散发着一种死鱼的腥臭味。陆遥气不过他的举动，随手抓来一瓶香料，就往旁边的香炉里整瓶倒进去，霎时冒出蓝色的火焰。苏怀当即连这整个香炉都给他扔了出去，动作快的陆遥根本无暇反应。然后两人的眼神不约而同地落在桌上的这些瓶瓶罐罐上面，两人之间就是一种敌不动我不动的氛围。但只要他在试图用这些东西熏他，他能立马全给他掀了去。他这种心理大概就是他不喜欢的就要毁了。你有大病你知道吗？哦，你能治我？你这种病恐怕治不了，只能靠老天收。那你问的很多余。
陆瑶突然抓了一只瓷瓶，赶紧后退几步，从瓷瓶里倒出香粉，便往手腕和耳后抹去，怕不够压他，又往自个身上撒了些。陆瑶呼吸里浓香弥漫，但对他来说反而舒坦了些。相爷想听什么曲儿？我不听曲，那你究竟有何贵干？来这里过夜。等明天直接带你进宫去，就不多跑一趟。切，你嫌麻烦大可以今晚不来，明天来一趟，或者明天也干脆不来，我完全可以去找你。可现在我已经来了。来了就不能回去吗？是我打断了你的腿，还是打断了你的那条腿？这样，带你一起回去，明日直接从我府上出发，也能少跑一趟。我真是谢谢你嘞！我说了，我可以明天去找你。请吧，祝相爷今晚睡个好觉，明天我和阿汝一定准时到，再和相爷一起进宫，免得相爷多跑一趟。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请我回去，那就回吧。今晚的月亮可真好。我不喜欢别人安排我，可我也不喜欢被人安排。那你只有忍一忍。转眼间，陆瑶就被他逼近的只有方寸的活动范围。苏怀步步为营，陆瑶依着呼吸一退再退。凭什么要我忍？你不忍？你也可以不忍。意思就是干不过他呗，反正他是不会忍。此刻剑争就站在门口，听到里面时不时传来碰撞的声音，听着十分的激烈。这回剑争不敢贸然的冲进去了，但又放心不下，毕竟上次的事还历历在目。主子身体要紧。我不喜欢这样站着，重来。我可不会给你重来的机会。说罢便吻了上去，陆瑶气得重重的咬了他一口。苏怀不知痛似的，转而反咬一口陆瑶脖子。真是条野狗，他是无所谓了，可我明日还要进宫。陆瑶气得一头就往他头上撞去，结果他自个撞得眼冒金星，还和他一起摔在了地上。主子要节制啊！听到没？你狗腿子在劝你，身体要紧。不是说上回回去以后就不舒服吗？你不要太兴奋，这对你没好处。苏怀听后没有会意，自顾自的忍着。半炷香后，狗男人，老子明天还要进宫。怎么？这样明天就不能进宫？你这样让我怎么进？你可以走着进，躺着进，横着进，竖着进。我打断你腿了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你是想让我没脸见人？那就把脸蒙上，不要见人。难不成你是不想我见人才这样整我？你是怕皇上看上我，还是怎的？不能让他看上你，也不能让你有机会飞黄腾达。我碍着你了吗？平心而论，自己好像没有妨碍他任何事吧？这厮用得着处处跟自己过不去吗？眼下没碍着我，但也不能不防。你若是爬上龙床，一招得势，不想整我？别说，你还真别说，自己要是翻身了，第一个搞的就是他。不过你也想多了，怎么样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搞你。相爷真会开玩笑，谁能整得过你？但不可否认，女人的枕边风厉害。所以他这般对自己又亲又咬的，就是想在自己身上留下他的痕迹，等明天进宫，别说勾引皇帝了，自己要是还要点脸的，怎么也得把自个遮严实了。何况我本来也没有念头引起皇帝的注意，我都这样了，肯定没机会去吹枕边风，你还想怎样？招募馆里不就是这样玩的？我谢谢你，托你的福，我现在是个风尘女子，玩，我玩你大爷，老子可不卖肾。你起鸡皮疙瘩了。苏怀，等老子好了，非弄死你不可。我等着，我这手要么拿披红的笔，要么拿杀人的剑，还没这样伺候过女人。你这种眼神看我，是不满足的意思吗？苏怀，我娘不在了，要不要送你去她坟头，或者我来替她也行。我收回刚刚那句。算了，上次从她这里回去以后就吐了血，暂时还不确定到底是因为身体兴奋还是因为其他，如若不然，今晚定不放过她。真是没见过这么狗的男人。都说你跟邢渊有关系，是吗？那是谁？虽然我是乡下来的，但在来这里之前，我可是个清白姑娘。我没说他是个男的。听起来不是男的吗？就好比你苏怀的名字，难不成听起来像个女的？明日到我府上候着，我不想多跑一趟。感情专门来整我是吧？把门关上。苏怀前脚一走，陆瑶当即走到琴架前。苏怀还没走远，我若是奏琴，他定能听见。我这会儿要是使出全力，应是能让他走火入魔，说不定能干死他。随后一道弦音流出，听似悠远却暗含力道，仿佛空气都跟着震动。院子外面正走着的剑真毫无防备，听到这一道音，整个心神说为之一荡。苏怀脚下一滞，没再继续往前走。
他神情不定。可若要是干不洗呢？他能立马折回来把自己干洗，而且毫无疑问自己会暴露。他肯定能猜到上回他身体不适，大抵是因自己的阴郁而起，那这仇就结大了。算了，老子报仇10年不晚。谁叫自己暂时还干不过他，还得仰仗他的鼻息行事，否则明天连皇宫都进不去。苏怀等了一会儿，不见有后续，方才继续抬脚往前走。陆瑶赶紧去泡个冷水澡。狗男人下嘴真重，这么重的痕迹，要膏再有效，到明天都不一定能全消。唉，还得重新调配一种不那么浓郁冲鼻，但又能很好压制坚定身上气息的香。毕竟进宫以后还得跟那厮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能让他再扔自己香囊。第二天，陆瑶带着阿汝如实出现在襄府门前，等进了皇宫。陆瑶的身份就是阿汝的随侍，照苏怀说的，阿汝才是六姑娘，这样也正中陆瑶的心意。阿汝替他周旋人事，他要那么美艳夺人，趁得自己不会引人注目，则更方便他见机行事。这可是招募馆的马车，他真是不见外。而他的狗腿子见争更离谱，直接把车夫挤了下去，自己驱车。不错，昨晚的用功没白费，今天懂得把脖子藏起来了，而且还乔装了一下，跟旁边女比，简直毫不起眼。相爷，我作为阿汝的侍女，我应该坐外面去。宫里不准带侍女，你应该下车去。昨天那太监可不是这么说的。他是怎么说的？你找他去。相爷别跟陆姑娘见气。我跟他见气了吗？是他跟我见气。我哪跟你见气了？你看见我分明脸黑了。我看是相爷，人到中年老眼昏花吧。竟敢说我老。并不是因为相爷，而是陆姑娘她不想抢我的风头，所以今日稍作修饰，显得脸黑了些而已。招募馆的女子都这般薄情，所以嫣然笑语，今日便相见不识吗？相爷这话何意？昨晚我们处得很愉快，今日不就是翻脸不认人吗？切，哪里愉快了？我的手很愉快。陆瑶的眼神下意识落在他放在膝头的手上。阿汝看看陆瑶，又看看苏怀。我拜托你要点脸。虽然，但是他那只手当真好看，那手有习武人的骨节分明，又有文人的俊雅修长，由他懒正披红，又由他杀人狠辣，但我现在看着就想剁了。这俩人莫不是要打起来吧？那可不行。相爷对宫里的人事熟，咱们第一次去，还得请相爷多多关照才是。他就比你识时务。进宫以后，倘若要给皇上弹琴助眠，须得以屏风隔挡，这样自己弹和阿汝弹才能混淆在一起。你这是在安排我做事？我是在替相爷善后，毕竟相爷说阿汝是六姑娘，等到了皇上跟前他又搞不定的话，你这不是欺君吗？最开始你说她是六姑娘，可你后面明知道她不是。我不知道，你不仅骗我，你还欺君。要不要我替你禀明圣上，把你拖去砍了？算了算了，不算了还能怎地？他是奸佞，是权臣，就自己现在这样子，他能随时把自己捏扁。另一边，皇帝知道今日来的是招募馆的头牌花魁，还情意了得，能使人极度放松，故而轻松入梦，就有些迫不及待了。眼下总算得以见到一女子款款走进殿中，身后跟着个垂头耷脑的侍女。待走近以后，皇帝看清女子容貌，不愧是招募馆的花魁，真是貌美动人。民女阿汝拜见皇上。免礼平身，你就是坊间传的神乎其神的那位奇女子？回皇上，坊间传闻多为夸大其词，民女只是会点琴音，正好合客人胃口罢了。你能让他们酣然入睡，那你能让朕也好好睡一觉吗？民女愿竭力一试，祝皇上安眠。好，你若能让朕睡个好觉，朕重重有赏。下午时，皇帝在暖殿里休息，就命阿汝助他入眠。朕每天下午都要休息，只不过基本上没一天是顺心的，就算空出时间来也睡不着。明明身体很疲倦，但越想酝酿睡意越是脑壳痛。有时候太监们觉得朕是睡着了，但朕又觉得朕没睡着。这是何意？丞相大人说，这是六姑娘要的屏风。有了这屏风，到时候自己和阿汝后背靠墙，面挡屏风，也就比较安全了。相爷着实有心了。他这是做个顺水人情，他要是不送屏风来，阿汝也会向皇上提要求，又不是什么难的要求，皇上还不允许不成？六姑娘要这屏风作甚？民女弹奏时需的精神专注，通常不相见，这样不管是民女还是皇上都能完全放松。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幸好来之前，公子教自己如何应付这些，不然容易露馅。哦，原来如此。可这一盏屏风挡下后，是一点美人面都见不着了，只隐隐见得个人影一动，有些美中不足。不过还是睡觉要紧。阿汝原是想给陆瑶让位置，陆瑶让他安心坐着，他只需要他挪一小点位置给自己坐就好。这样一来，如是有人误闯进来发现，也不至于一下子露出马脚。苏青来得正好，陪朕一起听听，看看是否真的这么神奇。来人，给苏青伴奏。苏怀落座后，随之琴音缓缓一出。阿汝便轻车熟路地与皇帝闲聊几句，问起他大概何时开始难以入眠，躺下以后可有在思虑其他。皇帝基本上都有问必答，暖殿里弦音渺渺，皇帝答着答着，大约是给着这琴声听到心里去了，只觉得无比的舒坦放松，渐渐竟有些犯困，头便开始一下一下的轻着，打起了盹来。怎么停了？不停怎么成？真要是给他一步到位，太张扬，在这宫里还容易惹麻烦。皇上恕罪，皇上无法酣眠的由来已久，此事不可操之过急，须得慢慢调整。民女只是助皇上放松身心，真正能引到皇上安然入睡的，还是得靠皇上自己。也是，这六姑娘又不是大夫，她的琴声又不能治病，要是能一下子好起来，也太神乎了。方才自己不就是听着听着就睡意来袭吗？说明听她的琴是有效果的。虽然没有坊间传的那么神奇，但朕听六姑娘一曲，着实身心通泰。这样，六姑娘先在宫中住下，得空替朕鸣琴一二，待朕解了这睡眠烦扰，再送你出宫去。来人，赏六姑娘。谢皇上。这花魁举止温柔，又不失落落大方，对着这样一张如花娇颜，岂不龙颜大悦？苏青，这次你可是立一大功。臣不敢。方才苏青听琴，觉得如何？臣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宫中伶人善琴者众，如是听琴能使圣上放松，圣上可照他们来奏。他这是想赶自己走，不就是怕自己有机会成为皇帝跟前的大红人吗？像他那种心胸狭隘的奸佞，恐怕只能允许皇帝的红人就他一个。先前宫宴朕也没少听，但都不如眼下这般惬意。先安排六姑娘住下。宫人临时给阿汝和陆瑶安排了一处暖阁住下，暖阁不设在后宫里，反倒是离皇帝的居所近，方便皇帝随时召唤。两人才一落脚，先前皇帝赐下的封赏就由太监捧着过来了，全是绫罗绸缎、珠宝首饰，十分奢贵华美。这些全是皇上赏给六姑娘的呢。在招募馆里也是见过了世面的，官家贵人们平日里没少赠自己东西，只是这些宫里的却是鲜少接触过。公子，这些东西你留着吧，这些绸缎你喜欢哪个就用来裁新衣裳，首饰喜欢哪个便佩戴哪个。多谢公子，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在宫里暂安顿下来以后，陆瑶熟悉了一下这暖阁，随后和阿汝一道出去走走。虽说不能一来就迫不及待去摸清这宫里的布局，但先附近散散步，熟悉熟悉也可以。以后那奸佞总不能像去招募馆找自己那样，想来就来吧。他进招募馆像进自己家一样随便，进皇宫还能像进自己家吗？至少晚上他是不能够随便来的。白天的时候宫里人多眼杂，他也不起来。陆瑶只要想到以后不用跟苏怀打照面，也不用多周旋，心情就美滋滋。正当他心情很不错的欣赏宫里景致时，相爷在那边。他往这边过来时，阿汝忙退居一边，垂手扶礼。陆瑶作为阿汝的随侍，也得跟着行礼。苏怀就这样径直走过，看都没看陆瑶一眼，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很好，以后在宫里打照面最好都是这样。苏怀走远后，跟随在侧的小太监便解释道：相爷贵人事忙，除了皇上，谁都入不得他的眼里。他这应该是刚处理完朝中折子，送到皇上这里来呢。我当然知道，奸佞独揽朝政，皇帝交由他批红，朝中文武百官上递的折子，首先就是递到他的桌上，由他亲笔批示。他认为应该上呈皇帝的折子，
方才在批阅完以后再送到皇帝的桌上，再加上他素日为人，朝中百官能不对他又怕又恨吗？晚上，皇帝派人传了话，稍后是要召见六姑娘抚琴助眠的，只是临了有事就耽搁下来了。所以在皇帝还没睡前，陆瑶和阿如两个还不能睡，只能干等着。这边皇帝刚议完事，虽然天色已晚，但皇帝还惦记着六姑娘，正想让太监去宣，苏怀便适时提了一句：圣上似乎有些日没去后宫了。不去，都这么晚了，真要去了后宫，肯定又迟迟不能睡。后宫牵系着朝堂，圣上不可轻疏。圣上若去那边，可以选择早睡。照理说苏青都去昭木馆宿过夜了，理应能明白那种感受才是，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恕臣无法体会圣上的感受。上回你在昭木馆宿的究竟是个什么姑娘，竟让你一丁点销魂的感受都没有？大概是他表现得不好。肯定让苏青扫兴了是不是？说论起这个话题，皇帝一时才又有了点兴致。要不姑娘先休息吧，一会儿要是来人，我再叫姑娘。你不休息吗？美人可熬不得夜啊。在声色场里，不熬夜的难找。陆瑶拿出一支药瓶，自己吃了粒药丸，又给了阿汝一粒。这是什么？让你熬夜过后气色不那么差的东西。下午时不是还人模人样吗？现在又成这狗样，你以为还像在昭木馆吗？半夜三更的想来就来，这里是皇宫，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然后呢？一会儿皇上就会召见我们。今晚皇上没空召见你们。那相爷来有何贵干？想必相爷是来通知我们的吧？相爷要是不来，咱们不得一直等着吗？也是，明明派个小太监就能传到的话，相爷还亲自过来，真是费心费力。相爷操劳国事，想必已经很累了，眼下已更深漏重，不如早点回去休息。有茶吗？相爷稍等。你不是有侍女吗？怎还劳烦你亲自来？相爷这话严重了，给相爷斟茶是小女的福分。你现在是皇上的贵客，我受不起。阿汝不由也看向陆瑶，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受不起的话，这茶就不喝了吧，回家喝好吗？送你进宫，替你周旋，连口茶水都当不得。苏怀就这样坐在那，不说话也不走，大有一副今天喝不到这杯茶，他就睡在这里了的架势。他要是真在这里睡一晚，肯定会惹麻烦。一旦惹了麻烦，自己和阿汝胳膊能拧得过这奸臣的大腿吗？陆瑶走了过来，这时苏怀睁开眼来看着他。陆瑶刚斟完茶，就被苏怀抱在怀里，动作快的陆瑶没反应过来。这么迫不及待想动吗？怎么有兴趣观看？那啥，我还有衣服没晒，在昭木馆里自己算是跟姑娘走得最近的了，平日里一些慕名而来的客人都进不了姑娘的身，能进她身的也只有眼前这位了。而相爷到昭木馆同样也只找过她一个，刚才姑娘挣扎的时候不是露出脖间一小片肌肤，上面的痕迹恐怕都是眼前这位的杰作。两人虽然不对付，但也有过肌肤之亲，自己还是赶紧退吧。阿汝走了也好，要是留下来，以坚定的变态程度，他还真有可能让阿汝在旁观看。没有这香囊你活不了。香囊留在这，你是能洗还是怎的？苏怀抱着他坐在自己怀里，什么都不干，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起初陆瑶凭着气息，可久而久之，他又不能真把自己憋死在他面前，后来只能尽力调整自己的呼吸。你又发什么疯？苏怀不语，看着他鬓间微微起了汗意，那双眼睛像是一丝丝翠染了云霞，眼角一点点变得嫣然飞艳。我这副又粗糙又黑黄的面孔，莫不是也让相爷起兴了？相爷未免太饥不择食了。我起不起兴是看你的脸吗？主要还是看我心情。2个钟后，狗男人。自己以前也是个文明人，可打从遇到苏怀以来，自己的素质就喂了狗。但凡是自己看得见的肌肤上，都是一片狼藉的吻痕，可想而知，看得见的都这样，看不见的定是更多。陆瑶洗漱后露出脖子，自己对镜擦药，他脸上变回了本来肤色，就是表情臭臭的，左看右看自己的脖子，一时不知该往何处下手。白天见到相爷时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晚上到这里却是这般，实在难以想象是同一个人。你也觉得很分裂是吧？不过公子是厉害，这普天之下怕是没第二人能使他几番惦记了吧？惦记？他是惦记，惦记着不能让我有机会比他发达。公子这痕迹的遮一遮，看来明日还得穿高领子衣裳了。
夜半时，阿汝不能真让陆瑶做侍女睡外室，所以两人一起睡。阿汝，像苏怀那样子的妖怪，你能收了他吗？这个我收不了，公子莫要取笑我。你是花魁，你要对自己自信一点。什么样的男人我一看就知行是不行，像相爷那样的是真的不行。公子不知他看我的眼神，都让我心里打颤。苏怀这人心思深得很，要是他对自己一门心思想进宫起了怀疑，一定会逮着自己不放。他在宫里还时时盯着防着自己，对自己来说也很碍事，所以想让阿汝帮忙转移一下坚定的注意力也未尝不可。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自己见了都恨不得有多远离多远的玩意儿，又怎能推给阿汝呢？不过像相爷那般的人，是会让天下的无数姑娘们心生憧憬。翌日，陆瑶和阿汝又是随时待命的状态。然后一名机机灵灵的太监到陆瑶跟前来，笑眯眯的说道：“小的是负责这里的小乐子，两位姑娘有什么要求就和小的说，小的一定尽力去办。有劳了。姑娘若是想相爷的紧了，就告诉小的，小的就给相爷传话，相爷便会来见姑娘。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想他得紧了。我就是知道。你是他派来的。相爷让小的仔细照顾这里。他应该是让你仔细照看着吧。反正都是一个意思。下午时，皇帝总算腾出了时间，让阿汝去抚琴。殿上照例摆放着屏风，这回陆瑶让皇帝稍稍打了半个时辰的盹儿。皇帝醒后大喜过望，那种打盹的慵懒他也很久都没体会过了。如此，皇帝是越发相信这六姑娘迟早能助他好眠。六姑娘且留这里陪朕用晚膳，稍后朕再听一听姑娘妙音，看看今晚能不能睡得好些。稍后皇上需要，民女再来便是。民女出身卑微，不敢与天子同膳。不错，这般谦卑很识礼数，又这么貌美。也罢，就照你说的吧。皇上若是有意，要不要今晚召六姑娘留宿？他还要替朕解忧，不可惊着了他。这2天一番聊下来，听六姑娘的意思，这琴声是由心而发的，心若不静，则音难静。如果惊扰唐突了他，万一他弹的琴里也就没那么让人放松了呢。所以得尊重他的意思，还是要等朕能睡个好觉了以后再说。到了晚上，陆瑶和阿汝又往皇帝那里去了一趟，只不过这次去的是皇帝寝宫。只见寝宫外面守着一队严阵以待的禁卫军。公公，夜晚皇上这里都是这样吗？这大动兵武的，晚上能睡好才怪了。其实平时不这样，主要是相爷担心皇上安危，所以安排了这一些。哦，相爷是怕我和我家姑娘对皇上不利吗？都是相爷的安排，这个得问相爷。这个苏青就是担心的太多，2个弱女子他也不放心。很快皇帝睡着了，太监忙让寝宫里的所有人轻手轻脚的出去。小乐子在门外候着，见陆瑶和阿汝出来，便在前引路带他们回暖阁。一路上陆瑶都在问这都是些什么宫殿，小乐子也没多想，都一一解答。宫里各处地方都派上什么用处，分得这么清楚，真是让人长见识了。那宴请咱们自己的大臣在那宫殿，那要是宴请别国来的使臣，又是在哪座宫殿呢？不管咱们自己的还是别国的臣子，都是在那里的。那别国肯定不会空手来吧？得带很多的贡品宝贝来，要都往那宫里搁，怎么搁得下？公子这是在打探消息。这姑娘就不知道了吧？别国送来的宝贝都有专门的地方存放，那是藏宝楼。原来如此，那这藏宝楼肯定戒卫森严。必须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这皇宫这么大，真要是进了贼，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藏宝楼在哪里。肯定就藏在那些宫殿当中的某一个，才让人难以发现。那是后宫呢，藏宝楼肯定不在那里。莫不是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小的在这宫中好些年了，当然知道。正当陆瑶盘算着怎么继续套他的话时，迎面走来一队禁卫军，为首的正是苏怀。相爷，上回他在宫里议事也就罢了，这回大晚上的他还能在宫里瞎晃悠吗？皇上后宫，外臣应该是禁止随意走动的吧？相爷偶尔也要监管宫中禁卫仪式，所以他可以在宫中走动的，何况这里也不是后宫呢。但他始终是个外臣。相爷可是皇上最信任倚重的大人。你们在聊什么？方才姑娘正向小的打听这宫里的各处宫殿布局呢，还说起藏宝楼的守卫，又向小的打听藏宝楼的所在。这狗腿子看着傻乎乎的，没想到挺机灵的。
小乐子，你是不是误会了？我们第一次进宫来，难免感到好奇，才一路走一路多聊了2句。你是觉得我们是居心叵测之人吗？姑娘才是误会小的了。眼下相爷问起，小的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实话实说而已。果然，能在宫里生存下来的都是些人精。回吧，没叫你回。姑娘，咱们先回吧。阿儒有些不放心的看看陆瑶，就见陆瑶被苏怀一把拉着走。阿儒权衡之下，还是先跟着小乐子回了。天黑了，你不回家吃饭吗？怎么每次留在他身上的吻痕总是消得快？用的什么药？与相爷何干？招募管理好药多了去了，毕竟姑娘家的常接客。怎么想快些好了，才有机会去吹耳边风？这是什么狗逻辑，会让他觉得自己要去吹耳边风？再说自己吹耳边风还不如他吹来的好使。相爷放心，有你这狗东西在我跟前，我哪还有什么兴趣去吹耳边风？况且我对皇帝那样的中年男人没兴趣，更不会靠爬龙床来飞黄腾达。再说人阿乳不知比我漂亮多少呢，就算以后我一不小心飞黄腾达了，也绝对不跟相爷对着干，更不会整你，行了吧？看着满眼的真诚，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口是心非。不信吗？我发誓是真的，不就是个破事吗？反正我又不需要飞黄腾达，只需要身体恢复就能收拾他。天下女人莫不想上龙床，你没兴趣？主要是有相爷这颗珠玉在前，天下女人恐怕有一大半都想先上你的床。但你表现的不是很愿意。不是你说你喜欢欲擒故纵的吗？我越是不愿，你才越是起兴吗？事实上，我心里爱你爱的要死。不知道他有没有恶心，反正自己给恶心到了。片刻后，苏怀终于放手了。事实证明，这招以进为退还是很有用的。你跟我说，你怎么爱我爱的要死了？就是很爱你的意思。不想爬龙床，不想引起皇上的注意，当皇帝的女人，那你千方百计进宫来干什么？我就知道，照他这生性多疑又狭隘偏激的性子，他迟早会怀疑自己。你想知道藏宝楼，不妨向我打听。我真的只是好奇，随口问了一句罢了，值得你这么多疑吗？真要是向他打听，他就会说吗？说不定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捉拿了。御书房东南方仪真园内有数座藏宝楼，怎样，能满足你的好奇心吗？能满足，能满足。不知道这狗男人又想玩什么把戏？皇宫本就不是个安全之地，还得跟他在这种地方拉扯不清，一定要这么刺激吗？现在对比起来，之前在相府以及朝木馆的日子都不要太轻松。随后两人一起离开，刚走没多远就遇到了几名太监。见过相爷，这么晚的天儿了，相爷还在忙呢。海公公看起来比我忙。哎呦，相爷可折煞奴才了。这不，娘娘夜里辗转，一时兴起又想看书了，让奴才到藏书阁取书去。去藏书阁取书也用不着绕这么远的路跑一趟，就是听说了宫里来了位六姑娘，甚得皇上欢心，所以娘娘让借着取书的名义来瞅瞅那六姑娘晚上有没有留宿皇上这里。相爷，这位是六姑娘身边的侍女。听说六姑娘容貌生得艳美，奴才还想能一饱眼福呢，怎的她的侍女独自在这里呢？皇宫太大，估计是迷路走散了。那不然奴才就送这位姑娘回暖阁去吧，横竖也顺路。顺路吗？一个在后宫，一个在西园暖阁，哪来的顺路？奴才也是想为相爷分忧。不用麻烦公公，也不麻烦相爷了，到这里我已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了。路遥走后，苏怀也走了。那六姑娘的侍女虽然模子看起来不怎么白净，但那身段儿却是极佳，不愧是招募馆里出来的。那腰儿臀儿，走起路来虽不摇曳风骚，却别有一番滋味。回吧。路遥花了几天时间打探到，苏怀没骗他，靠御书房东南方果然有个仪真园，里面一共有5座宫楼。若只是寻常的金银珠宝，直接就收归国库了，根本没有资格陈列到藏宝楼中。里面收藏的全都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各种珍品宝贝，还有其他各国每年送来的珍贵贡品，有绝版的古籍字画，也有极品的瓷器玉雕，还有千百年难得一见的药品补材等，亦有各国进献的珍兽麟角。自己得找个时间去那仪真园里探一探。随后路遥让小乐子去给他弄身宫女的衣裳来。晚上，路遥试了试这身宫女衣裳，不错，现在跟宫女没什么两样了。相爷视察宫中守卫，累了顺路来喝口茶。不等路遥回应，小乐子对苏怀恭敬道：“相爷快请进。”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看来相爷着实带给姑娘不小的苦恼。相爷，今日陆姑娘身体不适，不如勇敢如汝，不怕困难。不如什么？
不如我还是去晒衣服吧。姑娘，阿汝做不到，望你珍重，我走了。你不是爱我爱的要死吗？难道都是骗我的？难道骗的还少？我就算是骗狗，也不会骗相爷你啊。既然这么爱我，见了我应该扑过来。爱是克制，不是放肆。是吗？我平生最恨别人骗我，而骗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么认真干嘛？你是不是玩不起？不是来喝茶吗？这里正好还有些。苏怀的眼神落在他的脖颈上，陆瑶当即觉得脖子隐隐作痛，又怕他乱来，连忙解释道：之前那身衣服在宫里不方便，别人一眼就把我认出来，我想还是这宫女的衣裳方便些。你看我脖子都跟脸一样黑了，哪像阿汝那般肤白貌美。你放心，我发过誓的，我一心都在你身上，安分得很。这狗男人怎么还在看？那个，我脖子上都是粉，相爷还是别咬，吃太多粉对脑子不好。1分钟后，苏狗，老子没惹你，你发什么疯？这几日你把皇上治得很妥帖，不由使我想起上回我吐血的事。你跟我说说，我是听了你的情，还是碰了你的人？怎么这茬还过不去了？他要是知道自己阴了他，照他这睚眦必报的性子，肯定不会让自己好过。不错，打喜都不能承认，你肯定是碰了我的人，必须是你自身的问题，自己身体不好，就不要做这么刺激的事情，好好修身养性才对。你别诓骗我，骗我的人都下去了。片刻后，相爷慢走。这回还好，不过好在相爷终究没有乱来，只要姑娘与他好话好说，想必他还是讲道理。你指望他讲道理，还不如指望公鸡能下蛋呢。然后陆瑶又开始开骂：姑娘，算了，气着了自己不划算。等自己恢复了以后，必须第一个弄的就是他。看来藏宝楼的事情得加紧了，只是白天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到仪真园去，只有晚上才能行事。早就听闻六姑娘勤业了得，还能解皇上烦忧，咱家娘娘可是心急的紧，特让咱来请六姑娘过去会会。民女只是雕虫小技，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六姑娘不必自谦，皇上都夸赞不已，岂会是雕虫小技？咱娘娘等着呢。六姑娘请吧。阿汝见推脱不了，只好回房收拾一下。后宫娘娘是主子，由不得她拒绝。陆瑶和小乐子便进房伺候着。小乐子，他们是后宫哪个娘娘的人？虽然自己和阿汝住的这暖阁离后宫颇远，可架不住这宫里人多嘴杂，总有麻烦找上门。是常贵妃宫里的，常贵妃可是最受皇上恩宠的娘娘，你们到了那里千万要小心陪着，不可惹贵妃娘娘生气。小乐子，你就不用去了，娘娘可没说要宣你。奴才还想着在娘娘跟前凑个熟脸儿呢，既然娘娘不想见奴才，那奴才只好待着候命了。这六姑娘下午还得去为皇上解乏，六姑娘切不可在娘娘那边贪玩忘了时辰。这狗东西是在警告咱，有皇上撑腰了不起吗？最后小乐子毕恭毕敬的送海公公一行人走了。一路上陆瑶多留意着宫里的地形布局，阿汝也不多言，两人安安分分的跟着太监走。几人来到常贵妃后院，海公公看了太监一眼，太监便对陆瑶道：你随我这边来。他不跟我一起吗？贵妃娘娘只见六姑娘，闲杂下人奴才还没这福分面见娘娘。通常下人奴才都在偏房等候，你跟我走吧。公公，我这侍女胆子小，她从来没离开过我身边，一会儿她不进去见娘娘尊严，只在外面候着可好？娘娘这里的规矩向来如此，别说六姑娘了，便是其他宫里的主子过来，奴才也都到偏房候着。怎么，六姑娘才来就托大，是想让娘娘为你破例吗？姑娘去吧，我先去偏房等候便是。在房里姑娘就叮嘱过，只要顺着常贵妃，不惹她生气，应该会没事，毕竟皇帝还需要六姑娘。常贵妃就是再不喜也不能坏皇上的事。若常贵妃是想听琴，就照阿汝平时的琴一弹就是了。常贵妃总不会是想借琴助眠，而且海公公也没有提醒阿汝要带琴，所以多半不会让她弹琴。总之见机行事，只是没想到来到这得与阿汝分开。不过阿汝聪明，他知道怎么随机应变。最后阿汝跟着海公公去了，陆瑶则由太监引着往偏房去。娘娘，六姑娘给带来了。叫她进来。抬起头来，本宫瞧瞧，果真是个漂亮人儿。民女当不得娘娘谬赞。听说你弹的琴能给皇上助眠是吗？皇上日理万机，精神乏累了，民女弹琴只能助皇上放松心情，只是让人昏昏欲睡的琴声，大概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琴声。还算识时务。你琴不好，可你这人儿比花儿娇，皇上见了应是高兴得很。娘娘才是千娇万贵之躯，民女只是风尘女子，皇上何等英明，有娘娘机遇在前，又岂会多看民女一眼？像你这般善解人意的，要是出身清白干净，皇上偶尔宠幸一次也不为过，只可惜
不用想也知道，真要是发生了那样的事，恐怕自己此刻就不能安然无恙的在这回话了。民女不敢有非分之想。你先进去等吧，等六姑娘那边完事了，你再跟着回去便是了。陆瑶刚走了进去，那太监旋即就关上了房门。看这房间哪是什么偏房，多半是某个太监的寝房，还点了迷香，而且照这浓度，应该是点了有一会儿了，这分量足以迷昏一头牛了。这么久没动静，想必是倒了。海公公瞧上了你也怨不得别人，要怪只怪你自个太招摇。一会儿你就等着海公公吧。现在搞不了苏怀，还搞不了你这样的小菜鸡吗？这世上唯一让自己敏感的，大概就只有苏怀身上那股子新烈的气味了，其他的不入流的玩意儿，除了有些呛人，还真是没其他劳什子作用。海公公把阿如引到常贵妃跟前后，暂没她什么事，他就退出了寝殿，急匆匆地往自己的后院去。那个小侍女还等着自己呢，一想起那细腰嫩臀儿的，就有些迫不及待。那个什么六姑娘，人是长得漂亮，可身段却不如她身边的这侍女，何况咱一时半会也打不了六姑娘主意。但弄个小小的招木馆侍女还是不在话下。虽然那侍女皮色有些黑，脸看起来不怎么样，可她那副身段儿，嘿嘿。这海公公在宫女太监们那里是出了名的变态，他是个阉人，但丝毫不妨碍他喜欢狭玩水嫩宫女们的身体。宫女们谁提起他都得抖上一抖，而落到他手里的宫女不喜也惨。美人等不及了吧？人呢？奴才也不知道，奴才只是先来看见他趴睡在桌上，正想把他送到公公床上，眼前突然就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狗东西，既然人跑了，你就好好承受我的怒火。公公饶了我，饶了我吧。六姑娘先回吧，一会儿你那侍女自然会回去。她在偏房等着是吗？那你带我去找她吧。哪有主子主动去找奴才的，向来都是奴才主动找主子。六姑娘放心，已经让人去知会她了。听太监这么说，阿如也不能够在这贵妃宫里乱走，只得跟着太监一路出去。两人刚走一会，就看见陆瑶等在那里。她不是被送去海公公那里了吗？怎么？他们说一会儿六姑娘准会从这里出来，便先让我到这里等。那我们走吧。是谁告诉你在这里等的？就是先前带我去偏房等候的那位公公。小公公，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陆瑶跟阿如走后，太监就急匆匆地跑来禀告海公公，说是听那侍女亲口所说，就是海公公房里的这名太监放那侍女走的。这太监气若游丝，连替自己辩驳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海公公看他一眼，吩咐道：“给咱家处理了。”他们没为难你吧？倒没怎么为难，就是那偏房是偏了些。你呢？常贵妃有为难你吗？我向他低头示弱，他便没把我怎么。后来皇上那边传了话，中午让常贵妃去陪皇上用午膳，贵妃娘娘须得梳妆准备，这才放了我出来。奴才就想着两位姑娘也该回来了，想也知道，定是小乐子去报了信，否则皇帝那边也不可能掐着时间让人传话给常贵妃。怎么样，贵妃娘娘没为难两位吧？他们常喜宫的太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有没有欺负姑娘？你跟奴才说，奴才告诉相爷去，让相爷收拾他们几个。你确定你们相爷会帮我收拾他们？他不鼓掌叫好，就已经是良心发现了，好吧？他们果真欺负了姑娘吗？奴才这就告诉相爷去。你们相爷帮着皇上日理万机，你是想累死他吗？真要这样，那可就太好了。你别去了，姑娘没受欺负。也是，真要是受了欺负，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姑娘可真是心疼相爷，生怕他累坏了。请停止你的脑补啊喂，净想些有的没的。不过往后要是再见到那海公公，两位姑娘有多远就躲多远吧。那海公公怎么了？他不是个好东西，对姑娘家更加不会手软，听奴才的就是了。咱宫里可没少人遭他的殃，奈何他是常贵妃的人，有常贵妃保他，谁也动不了他。下午时，阿汝受诏面见皇帝。皇上想单独与六姑娘说会话哩。你先在这里等我吧。六姑娘平身，不必多礼。皇上召民女来此，此地虽好，可皇上确实不宜在这小憩，若是来风，恐怕容易着凉了。还请皇上恕民女没有带起来。朕也不是要在这里小憩，主要是邀请六姑娘来赏赏花。民女受宠若惊，谢皇上恩赏。但凡要是有点心思的，怕是就直接张口来接朕喂的点心了。朕听说上午你到常贵妃那里去了。娘娘召民女过去坐了一会儿，承蒙娘娘不嫌弃，让民女陪娘娘说了会话。你倒是柔善，朕的贵妃是什么姓儿，朕清楚。
民女这点事还烦扰皇上用心，是民女之过。不说那些了，六姑娘陪朕坐会儿。想来阿乳应该不会有事，毕竟皇宫里最不可能为难阿乳的就是皇帝了。而且通常有身份的男人都得顾及一下脸面，对阿乳来说比女人好应付得多，除了苏怀那样的狗男人。哎呦，呸呸呸，这嘴真是开光了，骂也能骂来。回相爷，皇上正和六姑娘赏花呢，相爷和侯爷可是有急事，要不要奴才去传个话？去传吧。他不是你在招募管素叶的那位未婚妻吗？哦，很像吗？你不是跟人家过夜了吗？像不像你自己不知道吗？我忘了。真是奇了怪了，这广宁侯看起来是个正常人，奸佞怎么会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也不是很认识他。难道是我看错了？对了，那位姑娘好像是要白歇。随后太监来请苏怀和广宁侯过去。这些日让姑娘事事候着我，真是过意不去。不用过意不去，本就是你一直在替我周全。能与姑娘一起，也是我一番阅历和造化。你和皇上在亭子里怎样？没怎样，就是聊聊天。以前觉得皇上就是高高在上，无法接近，而今近在眼前，还有些觉得不真实。皇帝虽然是个中年男人，可他比一般的中年男人保养得好，处事成熟稳重，看起来又气宇轩昂，还是95之尊，惹女子心动也是正常的。在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你得稳住啊。姑娘放心，我知道自己什么出身，也知道什么是高不可攀。我真要是一头热了，那惹着的贵人一根手指便能怜惜我。当初之所以愿意与她一处，便是因为这姑娘十分通透。再说能进这宫城面见圣颜，已经不虚此行了，哪能还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呢？既如此，往后你自己多谨慎些。今日相爷来，与姑娘一同在外边的时候，姑娘可有与他说上话？那奸佞报复心强，我不宜明目张胆的骂他，但心里问候了他。只剩下骂他了吗？我若不是骂他，有什么必要跟他说上话？若只是做一夜夫妻的话，其实真正高不可攀的不是皇上，而是……打住，打住啊！好，不说了。皇帝有3宫6院，不会拒绝漂亮女人，可那位我算是体会过了，除非是他想要的，否则再漂亮的女人送他跟前都不顶用，顶多是给他辣手催花。晚上，姑娘要出去吗？出去转转，你自己先睡，我随后便回。那姑娘当心些，我会避开小乐子，若是后面他问起，你就说我跟你一起在房里。那要是相爷突然过来呢？以往他要是突然来，这个时间点早来了。只要相爷不来，其他的事我会看着办的。陆瑶虽不能动功夫，但身形反应都十分灵活，避开暖阁里的工人们也算游刃有余，只要他不碰到夜巡的禁卫军就好。这里的守卫比想象中的还要森严，禁卫军彻夜交替巡逻，几乎全无死角。何人在此？不好，被发现了。他先前没发现，周围竟还藏有大内高手，一旦有人出声，其他各处守卫纷纷被惊动，第一时间往这里聚集。这种时候要是被他们拖住，肯定没有好下场。难怪奸佞那么大方地告诉自己仪真园的所在，以及里面有多少座藏宝楼，是因为他知道就算告诉了我也没大碍，自己要是敢去，无非就是会送命。往这边跑了吗？这么晚了，那奸佞居然还在宫里，这皇宫是他家怎的？他一天到晚在这摸摸索索的作甚？但愿自己不被发现。方才是看见有个人影往这边跑了，让仪真园的人回去守好，以免让贼声东击西，其余人分2头去搜。是。这奸佞怎么还没走？他再不走，自己就要憋不住了。逮到一条鱼，是煎了好还是炸了好呢？难怪不走，原来早就发现我躲在这了。你不走我走。今日你从这走了，就别想再上岸了。是自投罗网，还是在水里泡得发烂？你自己选。打从遇到他以后，自己就没顺过。相爷对不住啊，我刚刚脚下打滑，才本能的挥了一下手，不想让水溅相爷身上了。原想着这狗东西会躲开，我就趁这间隙逃脱，想不到啊，想不到。幸亏我拉了你一下，不然你岂被淹死了？是吧？所以你怎么感谢我？我浑身湿着，相爷还是别靠太近，不然一会儿你也湿了。可惜了，泡了水后就不香了。离得太近了，呼吸里都是他身上的气息，香囊泡了谁也不顶用了。原以为跟他纠扯了这么多次，也应该稍稍适应些了，可事实上还是很上头。去藏宝楼找什么？什么藏宝楼？你看着我去了吗？不说也无妨，等到了刑部尝遍了那里的刑具，你还不说那才是本事。相爷就这么喜欢屈打成招吗？我就这么喜欢。那要怎样你才肯作罢？
换个问题，要不要去刑部坐坐，就看你诚意了。你快问。为什么每次都要用这破香囊熏我？是我身上的气味让你不舒服吗？早就留意到了，他每次跟自己相处都需要借助这香，所以自己每次都扔他香囊。是。哦，怎么个不舒服法？我对毒火过敏。过敏？就是敏感。什么症状？会红眼，呼吸急促，浑身脱力冒汗，就像之前跟我在招募馆一样，是吗？那岂不是跟吃了药一样的反应？老子没吃过药，不晓得那是什么反应，就是过敏而已。禀告相爷，盐湖一路全都已经搜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痕迹。李指挥使，属下在。你们要拿的人。说好了，我回答了你的问题，你便不将我供出去。怎么？你能教我，我就不能教你？险些忘了，这畜生睚眦必报的，比谁都记仇。对不起。什么？我没听清。对不起。两人在洞里敛了气息，低低耳语，所以李指挥使自是听不见里面的动静。见苏怀迟迟没下文，便道：相爷，你且再进前2步。苏怀正要对他发话，陆耀急眼了，直接用嘴堵住，不让苏怀开口。这次得缠着他，就算被禁卫军发现，那也是他大半夜的在这里跟宫女偷情，这样也能摆脱嫌疑。以下怎样就不细说了，还请相爷指示。你们要拿的人是男是女，看清楚了吗？这倒没听仪真园那边说起，大概他们也还没看清楚。如此，就在各处搜寻一番，再来报我。是。我不要在这。我喜欢在这里。那个，你上回不是吐血了吗？你再这样，你肯定会兴奋喜，吐血而亡，横尸当场。你巴不得那样？怎会？我舍不得你那样才提醒你。要是让他们撞见你在这跟我好，你淫乱宫中，皇上肯定对你不满。苏怀不管不顾的。你现在这样，我倒比较兴奋。相爷，附近都搜过了吗？都搜过了，还是没有。那便算了，今晚警醒些，各守各位。是。禁卫军走后，苏怀将路遥抱起向外走去，只因此刻路遥意识有些模糊不清了，不禁溢出清晰的呻吟。你要是难耐，我再找个地方好好来过。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相爷怎么？在招募馆时他是怎么处理的？冷水，每次相爷走后，他都要泡冷水澡。说着，阿乳连忙去外面叫小乐子提冷水来。第二天，姑娘总算是醒了。我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都子时过后了，是相爷送姑娘回来的。姑娘还觉得不适吗？可要叫大夫来看看。要是想让一个男人求生不得求喜不能，你有什么办法？别的我不懂，我只知感情也很能折磨一个人。若是让他爱上你，却又无法得到你，大概就是一件痛苦的事吧。要是他不可能爱上你，却又能轻易得到你呢？那就只有尽量不要让自己痛苦吧。听说昨晚的贼抓到了，还是个江洋大盗，赶到宫里来偷东西，也不看看仪真园什么地方，守卫那么森严，留守的全是大内高手。就算他能耐不差吧，能从仪真园跑出去，可他运气不好啊。昨儿正好是相爷在宫中安排禁卫，有谁在他眼皮子底下作乱还能逃出去的，还没出生呢。好消息躲过一劫，可留了把柄在奸佞手里，我不信他能好心无常帮自己。不过昨晚太过紧张，把面纱落那了，得赶紧拿回来才行。等路遥再回到事发地寻找，却怎么找也没有。相爷处事周全，想必是被他先给处理了吧。昨夜姑娘横竖是与他在一起的，出了什么事，他也脱不了干系。他脱不了干系，奸佞要是想脱干系，法子多了去了。今昨晚一事已经打草惊蛇了，那仪真园凭自己现在一人之力，没法再独自去打探了，得另想办法才是。而皇帝那边，路遥给他循序渐进，他现在基本上每晚能有2个时辰的深睡眠时间。尽管是浅眠一下，但比朕以往睡眠好太多了，而且熟睡的那种感觉真是舒坦至极，而且第二天的精神头也比以往好转了许多。赏。下午时他也不想打盹了，但还是照例召见阿乳，有时候邀他品茶聊天，有时候邀他赏花游园，甚是惬意。阿乳本不想去，可皇帝宣召，容不得他拒绝。娘娘，那六姑娘听说日日得皇上召见嘞，今儿不是赏花而眠就是看景儿，也没听有弹琴给皇上解乏助眠，怕是忘了自己的本分。这日小乐子到阿乳跟前来，提醒道：方才我看见长喜宫的人鬼鬼祟祟的在不远处瞧着，应该是想瞧瞧六姑娘有没有到皇上跟前伺候。我也愁啊，又不能拒绝皇上，那常贵妃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主儿。姑娘，我该怎么办啊？哎呀，我倒自乱阵脚了。姑娘以往就不应酬这些，还是我更擅长一些，而今我竟反倒问姑娘了。他在长袖善舞，也经不住左右为难。下次如果不是皇上要听琴，
其余情况你不想去便不去。常贵妃若是召见你，明话与她说了便是，等解了皇上的烦忧，咱们就出宫。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姑娘干脆直接，却不是人人都这般想的。何况做我们这行的，便是心里再不想，也不可明话说不想。正说着这话，皇帝那边就来人了，对阿乳道：皇上今日午后觉着有些乏，可一时半会又睡不着，怕是得听听六姑娘的妙音呢，还请六姑娘跟咱走一趟吧。这几日姑娘跟着自己，可谓是做足了是你的样子，不是跟前后者，就是走远了后者。有时候一等就是一个时辰，虽然姑娘说进宫时身份是这么安排的，我帮姑娘周全，姑娘也该尽义务，但自己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今日我有些身体不适，恐怕不适合伴君左右，还请皇上恕罪，劳烦公公替我回话给皇上，多谢了。太监听后不好为难，只有先回去禀话。太监走后，陆瑶看他便问道：不是说不可明话说不想吗？常贵妃那边盯得紧，我要是再不避避，就真要得罪她了。那你就不怕得罪皇上吗？皇上乃一国之君，还犯不着跟我一个小女子过不去，何况这些日相处的也不算紧张。再者，皇上失眠之症还到一半，还得靠我们，所以理应是没大碍的吧。听你说的头头是道的，怎么看起来却不是那么个反应？头一次拒绝皇上，我心里还有些忐忑，不过我应该是第一个拒绝皇上的花魁了吧？那绝对是，如果自己是常贵妃的话，看见这样的美人也会有紧张感啊。只是阿乳不仅聪明，还很清醒，摆在眼前的诱惑固然迷人，但她却能够看得清，这后宫里的妃嫔哪个不是权贵出身？她要是敢去与他们争宠，到最后怎么洗的都不知道。自己不求别的，此番进宫来见识一番，得了皇上不菲的赏赐，最后能全身而退走出那山宫门，就足以。阿乳忐忑了一阵，并未见皇帝那边再差人来，这才稍稍放了放心。只是没想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小乐子匆匆忙忙的跑来禀话，神色不定道：姑娘，皇上来了。六姑娘，赶紧的出去迎驾吧，皇上快到了。朕听说六姑娘身体不适，怎么样？好些了没有？叫太医了吗？谢皇上关心，并无大碍，只是下午时有点闷，休息了一阵后好多了。夜里风大，去给你家姑娘取件披风来。不就是想支走自己，嫌我处在这里碍事吗？今晚皇上在这里，你竟还敢来？来找你聊聊。我们有什么好聊的？能聊的有许多，比如那晚体验如何？是在这聊，还是进房间聊？信不信我大声叫人来，看看你堂堂相爷尾随别人，怕不是个大变态？那你叫吧，让他们都来看看我怎么变态。大晚上的还老是在宫里溜达，相爷有这么闲吗？晚上都不睡觉的吗？这偶尔检查巡防还好，怕就怕天天晚上留在宫里，让人误会你也想在宫里住下，那多影响你跟皇上的君臣之情。前几日仪真园闹了贼，托他的福，宫中巡防得重新调整布置。那相爷很忙才是，不应该有时间到这里来。关于那晚的贼，我手里还有些进展，这是那贼落下的，兴许移交出去能顺着查到点蛛丝马迹。自己的面纱果然是被他给收走了，你怎么能证明这是贼落下的？我有100种方法可以证明。你刚刚是在冷笑我吗？绝对没有，我是在对相好的笑。相好的过来。我是回来拿披风的，皇上还等着，不能耽搁太久，你最好。等我玩腻了，再把你交出去受死。果然，畜生就是畜生，一开口就说不出人话。阿乳随便找了个借口脱身回到房里，就看见抱在一起的俩人。原本来这也只是想逗逗他，顺带把东西给他，现在目的也达成了。改天再来看你，相好的。谁是你相好的？最好一辈子也别来。没过2日，常贵妃在后宫里举办一次茶会，邀请后宫妃嫔们都去长喜宫坐坐。这回海公公又到了暖阁里来，对阿乳道：今日后宫的主子们都去长喜宫吃茶耍子，咱娘娘让咱来请一请六姑娘。六姑娘琴艺了得，也好过去给诸位娘娘们弹琴助兴一番。主子们可都听说了六姑娘，对这招木馆的花魁是期待的很嘞。六姑娘收拾一下，随咱去吧。这话里话外皆是充满了轻视。阿乳像是没听出话里的轻蔑意味似的，落落大方的含笑府里道：既是娘娘吩咐，民女自当尽力。上回给她跑了，真是可惜。不过只要她们还在宫里，迟早逃不出咱的手掌心。几人到了常贵妃的寝院外面，陆瑶和阿乳在此等候。海公公先进去向常贵妃回话，片刻，海公公出来，逆向阿乳颐指气使道：贵妃娘娘召见六姑娘，随咱来吧。今日太监们不得闲，就没人来领陆瑶去什么偏房等候了。陆瑶只能独自在外边等着。过来了，娘娘召唤，民女万不敢懈怠。本宫听说这些日你日日在皇上身边作陪，是吗？
皇上召见民女与今日娘娘召见民女是一样的，只是让民女替皇上消闷解乏。是吗？皇上夜里去你暖阁也是去消闷解乏？娘娘明鉴，民女不知皇上会去暖阁，也绝无半点非分之想。你跟皇上说你身体不舒服，不就是让皇上去瞧你的意思吗？民女绝无此意，如若皇上需要用得着民女弹琴助眠的，民女则无旁贷。可如若只是因为其他的事，民女便不想去搅了皇上的时间，民女也确实身体有些不适，故才以此辞了皇上。区区青楼女子也敢让皇上亲驾探望，你可知勾引皇上、蛊惑圣心是条什么罪吗？民女此次进宫纯只为解皇上失眠之烦忧，待完成使命之后，民女便出宫回来时的地方。贵妃娘娘，民女有自知之明，民女风尘之身，万不敢污了皇宫圣地。你这张脸生的却是狐媚呀！贵妃娘娘，妃嫔们陆陆续续都到了。瞧这楚楚可怜的模样，就是本宫见了也心软，带她下去吧。奴才万谢娘娘。这么久了，常贵妃都走了，阿如怎么还没出来？六姑娘呢？六姑娘早就出来了。我一直在这等着，并没有见到阿如。还有，不是叫她来给后宫妃嫔们弹琴助兴的吗？这还没开始就放她走了吗？不对劲，不对劲，定是遗漏了什么信息。对了，刚刚常贵妃等人出来时，没见到海公公。海公公，这是哪？不是从那边出吗？前边主子们都到了，个个都是金尊玉贵的。你从前边出，难不成还想冲撞主子们吗？贵妃娘娘本是想叫你来给各位主子弹琴助兴，可现在娘娘又不想了，你这等身份自然得从后门走。可我的侍女还在外面等着。一个大活人，咱还能吃了六姑娘不成？随着越走越偏僻，阿汝心里越来越不安。打从上次自常贵妃这里回去以后，就听了小乐子说了海公公这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下完宫女从不手软，所以要是不得已去长喜宫，一定要避开海公公，若要是让他瞧上，那后果往往一定非常严重。公公见谅，我突然想起来，方才还有一件事忘了和娘娘说，我现在重新回去禀娘呢。眼下娘娘去宴客了，哪有功夫听你禀事？是重要的事，与皇上有关的。那也得等娘娘宴完了客以后再见你，带走。你们要做什么？救命！公公这是要做甚？上回让你那侍女逃脱了，这回总不能还让你给逃了。你们朝木管女子，别装什么清高圣洁，不都是给男人玩弄的货吗？瞧你这张脸，确实是个狐妹子，就是不知道在床上又是什么样。你这么做就不怕皇上知道治你的罪吗？贵妃娘娘把你交给咱，便是让咱自行处置的意思。你以为皇上会瞧上你个朝木管女子吗？也不过是贪一贪新鲜，多个玩物罢了。可我纵是朝木管出身，也讲你情我愿。不要啊！我就照你说的，名花跟贵妃说了，可还是没用。对不起，给你出了个馊主意。不是姑娘的错，是这宫里本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我没有看好。我根本没从前门出，他们把我从后门带了去。整理好以后，路遥便抱着他走出房门。只是阿汝现在的情况，路遥得避开中殿热闹的聚会。好在中途遇到个长喜宫的宫女，路遥向她问路，那宫女有些被路遥的表情惊骇住，又见阿汝伤痕累累，心下就有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宫女心生同情道：眼下贵妃娘娘和其他娘娘都在殿上，要是唐突了主子们，你们就走不了了。你们这边跟我来，我带你们避开出去，我就送你们到这了，你们从那里出去便是。多谢。不用，你们快走吧。路遥和阿汝回到暖阁，小乐子一见状就晓得发生了什么事，话不多说，赶紧去请太医。站住，给我打水来，然后好好待着，哪里也不准去。她一个六姑娘身边的侍女，竟还有这等气势，可是六姑娘的身子，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小乐子忙去准备温水，又叫了个宫女进房间来帮忙。宫女帮阿汝清理好身子，路遥又给了药，只是阿汝谁都不让近身，他自己给自己上药。没事，就是伤些而已，养段日子就会好了。我本也不是冰清日结之体，又不是没经历过。要不是因为自己，他犯不着跟我一起进宫来，也就不会遭这样的罪。路遥取了琴来，姑娘是为我弹奏的吗？能听姑娘为我奏琴，真是三生有幸。好好睡一觉。
听那琴声入了迷，阿如好像就没觉有那么痛了。她眼帘渐渐变得沉重，最后安稳地入了梦。那悠悠琴声若有若无地飘出暖阁，彼时苏怀进宫来，正离得不远，忽闻琴声，脚下微微一顿，身后太监还未察觉，他便又继续举步往前走。阿如醒来以后，就感觉身上的痛意果真消减了许多。姑娘，我做了一个好梦。梦到了什么？梦到我在乡间田野，到处盛开着花，还有许多蝴蝶，空气很清新，有股清香。在阿汝熟睡时，陆瑶照他的情况配了专用的药泥膏子，一会儿身上的还得用，镇痛化瘀的。原来就是姑娘手里的药香啊！姑娘会嫌我是个招木馆女子吗？我不嫌，我若是个男子，肯定娶你回家。那姑娘就太不了解男人了。男人们喜欢去找招木馆女子谈风花雪月，可男人从来不想把招木馆女子娶回家去。不喜欢风花雪月，不喜欢逛招木馆的男人多了去了，这天底下总有好男人。这倒不像是姑娘说出的话，姑娘也会心生憧憬吗？我不憧憬，但不妨碍这是事实，咱也不能一竿子打喜不是。这淤青过不了2日就能消，而且不会留疤，等你好了，又是漂漂亮亮的，你好好休息吧。姑娘，今儿这事要不要禀报皇上？六姑娘受了欺负，让皇上怎么给六姑娘出气，杀了常贵妃的红人吗？且不说那姓海的会不会承认，你觉得这是可能吗？那总不能让六姑娘白挨这一遭吧？那小的禀告相爷去，让相爷做主。皇上都不可能出席海公公，你让相爷出面，那不是左右为难吗？最好闭上你的嘴，六姑娘不要名声的吗？就算不能出席，也能罚她一罚。光罚有什么用？我身份微贱，不值得让皇上和相爷为此费心。这件事真要是闹开了，便是皇上能为我做一时的主，他还能一直为我做主吗？彻底得罪了常贵妃，我的境况只会更加糟糕。我不想再徒增事端，就听他的吧。只不想晚些时候，小乐子在宫里遇到苏怀，小乐子欲言又止，苏怀便先开口问：暖阁的琴声是怎么回事？随后小乐子一股脑把事情的经过全盘托出。六姑娘人还好吗？在她侍女的安抚照顾下，已经稳定下来了，只是六姑娘不让上禀皇上，怕得罪常贵妃。她得罪不起常贵妃，好生看着。吩咐完这句，苏怀便离去了。晚上快睡吧，白天的时候睡得沉，这会儿反倒没有睡意了。他是害怕睡，白天在长喜宫里正是被人打昏睡了去，他昏暗的意识里也能感觉得到那种快要无语论说的痛楚。可更让他恐惧的是，他没有丝毫的还击之力，只能任由其为所欲为。我给你弹一曲吧。一曲弹完，阿如已然睡着。他看了看阿如，便趁着夜色悄然出门。陆瑶一路避开宫人守卫，往长喜宫的方向走去。去到宫门有守卫把守，陆瑶便拿出腰牌。这腰牌是他白天从给他带路的宫女身上顺来的。等那宫女空闲下来后，才发现腰牌不见了。而出入长喜宫都需要此腰牌，因此只要是长喜宫的人都人手一块。但这宫女因腰牌丢失，一整天都不敢往宫门进出做事。这个时间点，她应该不在寝室。你这奴婢，好生大的胆子！你是怎么进得了宫门的？又是何故来此？难不成？我当然是来杀你的呀！随后陆瑶若无其事地走出房门，并随手关好门。只是陆瑶前脚一走，后脚就有人走到了这房门前。看样子是死透了。错过了宵禁时间，现在是出不去了。若要是再想拿着腰牌过去，侍卫一定会盘问，只能继续隐藏在这里，等明日宫门打开以后再出去了。就在这时，有刺客闯宫。难道是自己被发现了吗？不应该啊，要是发现了，早该追来捉我了。但听动静好像不是朝我这方向来的。而随着这一声呼喊，宫女太监们都没法睡了，到处奔走，陆瑶就混在其中。是他，真是感谢那刺客了，出现的真及时，不但让我从长喜宫脱身，还把腰牌给物归原主了。另一边，刺客抓到了吗？刺客闯进下房，进了海公公的屋子，进去以后就没动静了。没人进去捉拿吗？侍卫们将那院子围了起来，刺客在里边应是跑不了。娘娘，海公公还在那屋子里，侍卫让奴才来问该怎么着才好。该怎么着还要来问本宫吗？还不速速捉拿刺客！侍卫得到命令，一股脑往屋子里冲。然屋子里除了一具躺在地上的尸体以外，里里外外都搜遍了，哪还有刺客的踪影？娘娘恕罪，暂未捉拿到刺客。你们这么多人，竟让他给跑了？奴才们一路追到内院子，亲眼看见他跑进房间的。可等冲进去时，已经不见人影了，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海公公躺在地上。他人怎么样？已经没气了。一群饭桶，捉个人都捉不到，还不去叫禁卫军来？
陆瑶从长喜宫出来以后，他不急着回，经过湖边时，寻了个好落脚的边缘处蹲下身洗手。就在陆瑶洗手时，苏怀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刚要踹他下去，陆瑶急忙闪到一边。你要死啊！无缘无故发什么癫？无缘无故吗？不是无缘无故是什么？有本事你说出个3、4、5来。我喜欢，有本事你咬我啊！那我洗手碍着你了吗？倒是相爷，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宫里？这不合规矩。长喜宫闹了刺客，不然你说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得留在宫里？而且我看你就像那刺客。哎呀，我与长喜宫八竿子打不着，相爷不要乱说。那你洗什么手？我只是去如了个厕，需要洗手。怎么，洗个手也要跟你报备吗？我也想如厕，你如的哪个？带我去。正这时，陆瑶看见不远处一队禁卫军正匆匆忙忙往这边来。那个，要是让人看见相爷跟个宫女在这私会，也有损相爷清誉，我看我还是先回避一下吧。我可没这么不要脸，在这跟你私会。说的好像你有过脸一样。相爷还要捉拿刺客，忙得很，我就不打扰了。长喜宫的刺客眼下下落不明，贵妃娘娘让我等前往搜捕捉拿。方才我看见有可疑人影往假山这边去了，你们不妨去搜搜。杀千刀的苏怀就是见不得自己有丁点好。是。这会儿要是跑，肯定会被他们发现，这样就显得自己太过心虚和可疑了。启禀相爷，这里有名昏迷的宫女。哦，把她弄醒。别搓了喂，丢湖里让她醒一醒。你大爷的！别สั่了！你不尴尬吗？还不是因为你这狗东西！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正走着，突然有个人影窜出来，就将我挟持到假山里。我想大喊，可突然眼前一黑，就不知道了。你可看清那人影长什么模样了？他蒙着脸，是个男人，恐怕是长喜宫里逃出来的刺客。他蒙着脸，你如何得知他是个男人？看身形，他长得如相爷这般高大，难道还是个女人吗？随后禁卫军们又赶紧四处去搜刺客了，湖边又只剩下2人。明日我会告诉常贵妃，你弄死了他手里的大太监，看看他什么反应。相爷好生会开玩笑，我一个弱女子要有那能耐就好了。只要常贵妃没觉得我在开玩笑就好。你就是这么诬陷好人的吗？难怪外面总传你残害忠良。不管是好人还是忠良，都跟你不沾边，查你最多只能算是水落石出。正好先前夜闯怡真园一案也全部结了。那案子不是已经结了，是个江洋大盗干的。结了我就不能翻案了吗？那你想怎样？你进宫来找什么？我不是你们皇上主动请进宫来的吗？他要是不请我，我还不会来。我能在这里找个什么？上次顾着寻刺姬，倒忘了问你是怎么甩开怡真园的大内高手的。其实我没去过怡真园，上次我只是在湖里游泳，恰逢禁卫军找来了，我不想惹麻烦才躲起来，你信吗？拧断人脖子这种事你也常干吗？这狗男人不是在诈自己，他是真的知道今晚的事，可他一个外臣，晚上根本进不了长喜宫，难不成长喜宫也有他的人？陆瑶之所以这样想，自认为是在长喜宫干的事应该没被人发现，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苏怀这个老六早知道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今晚上我真的只是睡不着，在湖边走走，恰巧遇到了相爷而已。为什么睡不着？我想你想的睡不着啊。想我哪里？问这话就有点无耻了呀。想我的手吗？你不是想我吗？却这般嫌弃的眼神。相爷看差了，我怎敢嫌弃你？那你且近前来亲我一下。你亲我一下，我便相信你是想我想的睡不着，今晚的事就算了。不就是明知自己嫌弃，还想看我为难的样子吗？唉，就当亲只狗了。陆瑶亲完后立马闪开，离他远点。这回苏怀没捉他，陆瑶很清楚，他要是存心捉他，肯定捉得住。我现在可以走了吧？又是说爱我，又是说想我，要是让我发现你骗我感情，我这人报复心强，会真将你剐了肩了。姑娘到哪里去了？我睡醒一觉发现你不见了。我只是出门如了个厕，今日吃坏了肚子，所以耽搁的久了些。那要紧吗？已经好了，浑身轻松。快睡吧。我隐约听见外面有些动静。宫里天天晚上巡逻都这样，总是大惊小怪的。如此宫里闹闹腾腾又是一夜。第二天，姑娘的药好生神奇，身上的淤痕都消散的差不多了，有用就行。阿汝经历了昨天那遭，好在是有陆瑶陪着他，加上他本身心态比较通透豁达，他才能恢复些精神和元气。姑娘，天大的好消息，海公公喜了。你说什么？昨个晚上长喜宫有刺客，慌乱之下逃窜进了海公公的屋子里，等侍卫进去时，发现他已经被刺客给杀了。这么巧吗？只是阿汝见陆瑶没什么反应，就淡淡的坐着。那刺客抓到了吗？长喜宫就差掘地3尺翻过来了，也没抓到人。但后来又听说那刺客逃窜进御花园时，打晕了个宫女，
据宫女说，刺客是个高大的男人，能翻进皇宫里行刺的肯定是个男子，一般小女子又怎能做到？说不定是哪个采花贼。贵妃娘娘那么貌美，难免惹人惦记。嘿，这次歪打正着，刺客居然杀了海公公，这下宫里得有不少人都松口气，心里痛快了。谁说不是呢？那刺客不仅阴差阳错使我顺利脱身，还帮我背了锅，是个耿直的好刺客。他昨晚比较谨慎，拧断海公公脖子以后又给他复原了，便是没有刺客背锅，也一时半会难以知道他真正的死因，除非交给心细如尘的仵作去验尸。不过一个太监而已，宫里多的是洗了就洗了，谁有那闲工夫把他送去验尸？这么说来，那刺客还做了件好事。这事咱们私底下说说就是了，见了旁人可千万别这么说。不过想两位姑娘进宫前，这宫里太平着呢，已经好久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了。眼下又是仪真园有贼，又是长喜宫闹刺客，可真是太不太平了。小乐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小的哪有什么意思呀，就是感叹两位姑娘时运不济，正好赶上这么多破事了，这下咱相爷可有的忙了。他忙吗？我看他闲得像条到处乱晃悠的狗。昨日才把那什么六姑娘交到海公公手里处置，结果晚上海公公就没了，会不会太过巧合？不过那六姑娘在海公公手里给弄个半死不活的，哪有能耐敢夜闯我长喜宫？何况昨晚的刺客还是个男的，区区青楼女子，蝼蚁而已。随后长喜宫里当即又重新提拔了一位大太监，阿乳身体没养好，皇帝召见时被他连拒了2、3次。现在不害怕了吗？还有什么可怕的？皇上又不能吃了我，他还得靠我，不是吗？之前是这也怕得罪，那也怕得罪，可即便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别人还是会找上门来，那我倒不如随意自在些。之前还好好的，怎么这2日这六姑娘躲着不见朕？兴许是想让皇上过去暖阁瞧瞧。皇帝得空的时候便亲自去了一趟暖阁，可结果还是吃了闭门羹。后来太监得知了原委，才在皇帝面前说道：几日前，六姑娘受诏去了长喜宫一趟，好像自那回来以后，便躲着不见圣上了。定是贵妃给了她难堪。听说前几日你召见了六姑娘，怎么了？朕也不知是怎么了。那以后六姑娘便对朕避而不见，朕这2日政务缠身，身心疲惫，到了夜里又难以入眠。本想借六姑娘的情缓缓，却是吃了闭门羹。那六姑娘好生大胆，皇上召见她怎可不去？她莫不是怕爱妃误会，所以不敢见朕？这是哪里的话？臣妾也盼着六姑娘能早日解了皇上多年的困扰呢。那日召见六姑娘，本也无甚事，就是宫中小聚，想让她来给大家弹琴助兴一番。只是见了她以后，臣妾又觉她十分识大体，又是专给皇上弹琴的，故那日也没让她献艺，早早便放她回去了。皇上是不信臣妾，觉得臣妾会伤害六姑娘吗？臣妾明知她对皇上很有用，又怎会？朕怎会不信？她再怎么也不过是个青楼女子，让她进宫住这么些日子，实属破例。朕也实在是眼下用得上她，等朕的失眠之症治好了，自当放她出宫去。臣妾明白的。2人又柔情蜜意了一会儿，皇帝便起身离去，常贵妃的面色就冷了下来。同样的，皇帝面上的温柔神色也消失不见。不出一会儿，皇帝那边就传了信儿出来，往后长喜宫召见六姑娘，六姑娘可不见。好个狐妹子，竟然能煽动皇上下那样的旨意，以为那样我就拿他没办法了吗？皇帝旨意传到暖阁时，阿乳还怔怔了一会儿。还是皇上顾惜六姑娘，这下六姑娘就不能给长喜宫再欺负去了。通过这阵子接触下来，皇上这人成熟稳重，他还总知道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每每都能雪中送炭。你心动了吗？天底下能有几个女人不心动的？不过我见得多，男人献殷勤的时候，通常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这只是交易而已，其实与心动无关。你想过借助皇上来报复常贵妃吗？我还真想过，他越是不想我接近皇上，我便越是努力得到皇上的恩宠，他心里不好过，我便舒坦些了。可又一想，这样也只不过是为了一时的痛快。听小乐子说，常贵妃家世显赫，族中有权有势，皇上正因为如此才最为宠爱她。我是一时痛快了，可待往后，他不想让我活，我也照样只能洗。唉，算了，欺负我的人已经洗了，像我这样的出身，不能奢求太多。出身皆身不由己，但像你这样清醒的倒少。阿乳谢姑娘，有何可谢的？姑娘知道我谢什么就是了。等我办妥了事，咱们就出宫去。好。六姑娘身子恢复的挺利索，这么快就能行走了吗？托娘娘的福，民女恢复的还好。今日皇上休息的怎么样？民女出来时，皇上正睡着。难为皇上如此袒护你，你可要尽心些，莫让皇上失望。是。哎呀，娘娘当心，
六姑娘竟敢踩本宫一脚！民女万不敢踩娘娘华裳，民女未曾挪脚，还请娘娘宽恕。娘娘险些摔倒，大家亲眼所见，你还敢狡辩？不远处也有宫女太监路过，见到常贵妃尊驾在此，都不由驻足垂手而立。方才你们可看见了，到底怎么回事吗？奴才们亲眼所见，确实是六姑娘踩了贵妃娘娘的裙脚。罢了，她是皇上请进宫来的，本宫无大碍，总不能责罚于她。六姑娘快请起，踩本宫衣裳，按照宫规，本宫将你杖毙都不为过。只是皇上非常看重六姑娘，本宫自不能罚六姑娘半分。俗话说，主子犯错，奴才遭殃，就让六姑娘这侍女来代为受罚吧。坏了，原来是冲我来的。看来当婢女也是个有风险的差事，不过我一个当婢女的一直都是阿汝帮我顶了风头，这疯女人眼下针对我，总比再让阿汝受罪的好。娘娘万万不可！常贵妃看见她如此惊慌失措，倒有些玩味起来，道：怎么的，六姑娘舍不得吗？是民女之过，民女甘愿受罚，还求娘娘开恩。罚你？本宫怎敢罚你？说着便对身边人使了个眼色，立即有2名宫女上前来压住了路遥，眼下正好离湖边不远。常贵妃慢声道：这婢子没能周全主子，更没有尽到时时提醒主子莫犯过错的义务，就给本宫扔进这湖里喂鱼吧。娘娘开恩！你不要怕，区区一个婢女而已，宫里多的是，稍后本宫再给你指个伶俐的伺候你。没事的，你别求他。阿汝也不是个傻的，他知道常贵妃一开始就是冲着路遥来的，想除掉了路遥，再安排他的人来监视看管他，这样一来他就随时在常贵妃的掌控之中了。可只有阿汝知道，那不是婢女，甚至那才是他的主子。贵妃娘娘，我求求您放过他吧。怪就怪你伺候错了人。路遥被推进了湖里后，没扑腾2下就沉了下去。阿汝跪坐在地上，湖面上再没看到有路遥的身影，他神情呆呆的。往后这连袖就留在六姑娘身边伺候着吧。是，送六姑娘回暖阁歇息。阿汝这才回过神来，忙又爬起身来，卯足了劲往湖边冲。可常贵妃的宫人轻轻松松就能把他拦下。放我过去，贵妃娘娘，人命关天，我知错了，往后定不忍娘娘半分生气，求你救救他，只要肯救他，我立马出宫去。娘娘，再晚就来不及了。切，送他回去。就这样，阿汝被宫女架着回了暖阁。小乐子一瞧就知情况大不妙，路遥不见了。阿汝回到房中，渐渐冷静下来，好好捋捋自己的思绪。虽然不清楚姑娘究竟有多厉害，但姑娘能对付海公公，应该也能逃离那里。都说海公公是被刺客给杀了，但我感觉是姑娘给自己报仇去了。还有刚刚姑娘的反应，不慌不忙的，还跟自己说没事，会不会她真的没事？想到这，他也就镇定了不少。随后去找小乐子，跟他说了具体情况，让小乐子赶紧去跟相爷报个信。小乐子不敢耽搁，赶紧寻个空档就偷偷溜出去了。苏怀每日下午都会进宫一趟，所以小乐子在半路上找到他。相爷不好了，六姑娘身边的侍女被常贵妃娘娘给扔进湖里了。又不是六姑娘扔湖里了，要不要派人去湖里捞一捞啊？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呢。等她尸体浮起来再来报我。相爷不是与那姑娘相好吗？还搂搂抱抱的，怎么这会还这么无动于衷呢？不愧是权臣，是做大事的人，区区一个女人，说舍去就舍去了。怎么样，相爷派人去湖边搜救了吗？相爷忙着呢，没空管这事，让尸体浮起来了再去禀报他。六姑娘，你想开一些，都过去了这么久，想必派人去搜救也于事无补了。